你那儿也开始。来吧。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和你这儿是徐凯、本凯的节目直播。今天呢，我们把徐凯逮到啊，然后我们要聊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你现在已经算是在西班牙待了多长时间了？严格意义上说，已经待了快1年了。我觉得你这次去没那么长时间啊，你对，这我中间上次去还待了中一年。间回去了2次，但是它这啊个计算时间是从首次登陆开始算的。已经在那儿待了一年了。对。所以呢，想问一下儿徐凯在西班牙生活的到底怎么样？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终于逮到了一位历史和军事博主，对吧？所以对对对。现在这个法国阵风跟中国歼10C 这个事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可以找人来好好的聊一聊。好的好的。好，那么我这儿的人应该都比较熟悉我了，然后徐凯的话应该在我的节目里头也出现过两三次。好几次了。对。对，那么你还是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是就是老范介绍军事历史博主啊，我的这个号儿呢叫徐凯本凯。我之前主要是做音频节目，在这个国内的一些音频平台有我讲的这个1战和2战的，还有朝鲜战争的节目。对，主要是讲这个跟战争相关的历史吧。然后油管频道呢，也是最近在老范的鼓励下才这个开通的，但是现在节目还比较少。我这个后面一定按照老范的监督，抓紧时间多多的制作，多多更新。前面拍了很多素材，后面抓紧更新。我感觉这个拍素材很容易，但是对对对。剪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现在比对对对。如说出去玩儿啊，还有无人机啊，拍了一堆素材，然后每次到剪的时候就一拍脑袋把它们都扔到 NAS 里就完事儿了，然后就不见了这个素材。就存到硬盘一个文件夹里，就感觉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对，实在是懒得剪。好，那么我们先来第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的西班牙生活啊，这个也是我比较关心、感兴趣，因为本来我也想去，但是，家里头反正不是特别支持吧，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成行。嗯，那么刚才已经回答我们了，就是已经过去多久了？相当于是登陆了一年，将近1年的时间，快一将年的时间。近一年了。OK，嗯。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过去了以后呢，有哪些是跟原来想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分2部分啊，一部分是嗯对西班牙感觉和原来不一样的地方，另一部分嗯呢是对这个海外生活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对西嗯班牙，我觉得欧洲之前我来过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来过西班牙。德嗯。国、法国，还有这些东欧，还有低地三国这些国家，我都去过很多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来过西班牙。我发现西班牙比我印象中这个国家要主流的多。就是以哦，前我一直认为西班牙是欧洲，就是说或者说西欧，就是欧盟国家的一个另类，经济没那么发达。说西班牙语，这个英语普及率比较低，然后有比较自己相对独特的这种文化环境。嗯包括它是这个历史上也是特别保守的这个天主教国家。但是来了以后发现这个国家，非常现代，非常开放。对吧？当然它的现代跟很多地方跟咱们中国没法儿比啊，比如说它互联网 APP 的普及程度啊，什么这个还是符合欧洲国家的基本的标准的。但是呢，这个国家就是给我感觉它不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儿老派，它其实活力四射。嗯对吧？比如最典型的一点，西班牙人非常喜欢旅游和体育。在体育这方面，我觉得虽然老外都比较喜欢啊，但是我对西班牙比嗯一些传统欧洲国家还是要更喜欢一些。这个嗯，大街小巷都是球场，各种各样的运动场，足球，足球、篮球都有，包括乒呃，乓球。你能想象像我们小区里有2个健身房，一个是普通的那种器械健身房，另一个就是一个乒乓球室。这中国人还不上去那个收拾他们？我偶尔见过1、2个老外打，我觉得我是打不过他们的。但OK，是我的水平也不太行，我的水平也不太行，啊，所以我就这个不太好意思在这边丢人啊。就是他们的好吧，这个对运动的普及程度很高，而且像他的一些弱势项目，足球这个不用说了，足球不用说了，像他一些弱势项目，像这个也不能说弱势项目，就是相对小众的项目，比如篮球。
它非常强。我去，嗯我有朋友在这边打他们那个社区的，就是城市里的那种相当于业余篮球联赛我嗯去看过几次，嗯，整体水平非常高，整，OK，体水平非常高，对吧？而且你能嗯，看到他水平高是一方面，他人的这个身体素质都非常好，跑跳能力、嗯，耐力都非常强。你看，在是国内我以前打篮球，现在打的少了。以前打篮球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经常有人这个到场上打全场，跑2个来回就喘的不行了。不行了啊，甚至体力不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平时你看咱们去那个国内球场打比赛，你看一般的都是在打半场，对吧？半场和嗯全场其实是2个运动，哎，但是这边几乎没有人打半场，就是路边的野球场的打也都是在打，OK，全场。那你觉得比如欧洲生活给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感受英语普及率相当高，啊？相当高。你看我举例子啊，旅游景点儿这就不用说了，服务行业这不用说了。我举例子，就是我和我们家里人去医院看病，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会英语？OK，而且当然肯定说的也非常好，他的护士或者那种工作人员就差一些，基本就差一些，但是医生几乎都会英语。然后这个呃，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人，会英语的比例非常高。比如说五一前那个西班牙大停电那次，家附近的那个超市全关门了，只有一个家乐福还开门，他有2个工作人员在门口那个就是在门口卖东西，就只能收现金，然后其中一个就会英语，而且都非常流利，一看就是从小 OK，就是这个就是从英语这个学科来说就是学霸水平的，嗯对，就比我说的好这种啊，，OK，那你对，现所以日在西班常交流牙语说的比我想怎么样了？象的要好得多。嗯，大量的人会英语，但是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我学西语又造成了一个无形的障碍。好吧，那你现在能说点儿了吧？或者他们说西我语能听还是懂点儿了？基本的，就是这个你好、再见、谢谢、对不起、没关系这些，然后有时候能听懂一些，但我夫人的那个学习欲望和学习能力都比较强，她这个要比我强得多。嗯，嗯了解。哎，那正好你刚才说到西班牙大停电了，停电嗯。的时候你在干嘛呢？那我正在家工作，然后因为我是新买了一个电脑的这个显示器，结果显示器突然黑了就灭了。然后我还想这个显示器坏了，赶紧查一下亚马逊是不是在那个可以退的那个时间段里，结果一看家里所有东西都没电了，而且手机的就是4G、5G 就是流量也断网了，啊，所以运营对，然后商也断了。当时因为那天那个我们家小朋友也没去幼儿园，然后这个所以就是正好说那个就是野餐吧，嗯，在家做一点三明治，到楼下的那个小公园儿去野餐。开始时候没当回事儿，这么大一个国家嗯，停电能停多长时间？结果后是，来发现到那个3、4个小时还没恢复电力的时候，心里就有点儿慌有点了。儿慌了。有点慌 OK，了，我说这不会是俄罗斯对欧洲发动进攻了吧？对哪儿扔核弹了吧？我们这个都不嗯，知道。但是看那个老外们心都很大，就是你像那啊？个上班儿的也他们应该也不上了，没怎么经历过这事儿啊。上学的也不上了，都提前放学了，因为学校断电了，什么也干不了了，都提前下班儿提前放学，然后一个个都跟过年一样，就白送了一天假期。大人小哦，孩儿都跟小孩儿一样，在那个院子里在小公园儿这个非常开心的玩耍。就是嗯，我就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那种焦虑，焦虑感。3、4个小时之是吧？后，我这属于焦虑感比较差的，但是也开始焦虑。我在想我们家，哎呀，冰箱没电了，这很多吃的吃不了了，是不是要盘点一下家里都有什么吃的？然后这个嗯，今天晚上大人还好说，对吧？可以啃方便面，孩子吃什么？明天孩子吃什么？如果断电超嗯，过20小时，我们家还能不能坚持？政府如果来有救济，比如说大喇叭广播有救济，我们能不能听懂？就开始想这些问嗯。题。这可能一个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焦虑，还一个就是，当然可能根据我自己有孩子，孩子比较小，可能有这个原因。嗯，了解。他最后是停了多长时间？你是在马德里是吧？我住的地方是晚上中午12点，
不到中午不到1点停电，晚上11点半来电，啊，就是将那天近黑了以后会很吓人啊。天黑了以后有点吓人，所有的路灯都不亮了。嗯，啊，所有路灯都不亮，而且像楼道里那种应急灯，它大概其实它用电池支持亮1个小时也就不亮了，所以一片嗯，全黑，一片全黑，街上的那个红绿灯什么也不亮了。嗯，这个确实有一点儿吓人，但是呢，也是就是老外的那个乐观，就是很晚上天黑了以松弛哈。后，就开始有一帮老外在楼下唱歌然后喊号子，嗯，然后拿那个强光的手电筒到处晃。啊，到处晃。我们这想，哎呦，你这手电筒还能支持多长时间？也不能充电，还不那个，还不省着点儿用，省点儿。还不，哎，这个到底就跟听那个声音好像也跟喝多了似的。啊，对，然但是后他们应该也不经常干这个事儿吧？应该也是多少年没干过吧，这个停电。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是上一次大规模停电是九几年，而且也没有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停电嗯，是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加上法国、德国、意大利的一部分全停，是。这还是比你看这边儿还有较夸张的。一个在南法的，估计这也停了电了呢。啊，南法的也停了一部分，对。对，啊，像还我们所在的有还有一个这马德里喊徐是恢复的比凯老师好，这较晚的。个儿子每天睡觉前听你节目，这是你的听众。是吧？对对对，好多朋友说那个睡觉前听节目，什么不听徐老师节目睡不着觉，这个有时候你看这个塔主我也不知道是也来了。夸我呢还是骂我呢。没有，我的节目也经常被人睡觉前听。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节那他目有用是最好的，要不就是拌饭，要不就是拌是眠，是吧？这个后来是找到原因了吗？或者说因为我看了半天解释，好像没说到底为啥。至今没看到有官方消息说靠谱的原因。昨天我还专门搜了一下，没有。网上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分析，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那个原因，但是没有一个定论。好多说是西班牙的那个光伏发电比例是欧洲最高，所以它那个，中午所以它太阳太足了。对，但是对说它4月份是那个史上最热的4月，光照时间最长的4月，所以导致什么什么什么，这在后面的我都不懂了。啊，晒太阳晒太多了，然后把这个电闸晒掉了。我就不懂嘛，这有点儿这个就属于太专业了，这属于太这太专业了。过分了，这个啊，好吧。对，那你停电完了以后，有没有去什么疯狂采购食品啊，什么这种事儿？所有的超市全关了，只有那一个家乐福开，而且那个它能卖的东西很少。我就买了一点儿面包，我说明天要是这个，哎呀，哎，你的视你看频没有了。看看恢复了吗？没有。我这个 Pocket 3还是有问题。你不行，还是电脑吧。我稍等，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次机会。我的 Pocket 3已经恢复了，但我现在找到了，哎，有了。找到了，OK。你看它就是我的 Pocket 3突然就黑了，然后那个，对，摄像头的这个按钮自动就关了，然后我现在 Pocket 3大概几秒钟以后恢复了，然后这个也恢复了，你是不是过热了？它也没提示过热呀，我摸着还行啊，好吧，不管我它了。摸着温度还那这个行啊。什么呢？这个你停电了以后有没有去疯狂囤东西？就去那个家乐福买了2个面包，因为它可卖的东西很少了，但是我们家当天有一个就回神来之笔，电了以后，你是不是可以去买啊？因为很啊？多人说来电了以后，就西班牙人就开始说怕了，一堆人去买，狂买。啊，对对对，第二天听说好多地儿就是都被抢空了，但是我住的附近没有被抢空，一切正常。嗯啊，我们家有一个，OK。神来之笔，就是那天上午我夫人去超市采购去了，然后所以啊，她行，回来的家里还算路上停有东西。电了，所以就是她要再晚去一会儿，可能就超市结不了账了。啊，对，那没准儿就可以零元购了呢。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嗯啊。这个这边的这个像我住的这片还是就是密度没有那么高，它不在那个市中心，也不在那个移民比较聚居的区域，所以这，OK。个一个人口密度比较低，还一个人的素质还是相当还可以哈。高的，秩序啊都非常好。啊，哎，像你学西班牙语是用他们那个政府送的课程吗？我还没报呢，我准备那个9月份报一个，准备九好吧。月份报一个，然后因为8月份有7、8月份还有这个游学活动什么的，准备九月份哦，报一个这个
课程，然后现在呢就是网络课程加上书加上那个多邻国。嗯，那这个周围中国人多吗？你们多。首先这多呀？个西班牙就马德里吧，街上所有的那种小超市，就是杂货店，嗯哎，基本上都被中国人承包了。我至今没有见过一个那种杂货店不是中国人开的，全部是中，OK，国人开的。嗯，对，是不是都我是像什么浙江温州什么那边人开的？全是温州人非常多。我们家附近的几个小的那个杂货店的老板都是青田人，浙江青田人。今天对，然后还有几个我们家附近就是走路1公里之内有3个中餐馆儿，然后也都是有一个老板是青田人，另外2个没聊过。OK，看来到那边还是这个中国人蛮多的。哎，对对对对，然后浙江、福建、广东，这是3个最主要的嗯，这个省，北方了人解了解。相对少。那我对，们来聊一下这边的衣食住行吧。好啊好啊。衣服就无所谓了，我估计你们穿的应该还都是国内的衣服吧这件儿就是西班牙买的，很便宜10欧的衬衫，反正？Made in 大体 China 吗？上跟优衣库的这个质量和价格都大差不差，差不多。但是这边的优衣库贵啊啊，就是相当于有优衣库的当地平替。啊，对。这边吃的怎么样吧？这个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吃的我觉得，很好，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首先说成本啊，如果在家做饭的话，整体成本跟国内差不多，而且应有尽跟有，北你京差不多，国内能买啊，到的东西，基本上这边都能买到。但如果你要是特别中国味呢，就是你可能就比较依赖中国超市。呃，啊，中国超市有一些，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住啊，的地方也不在那个马德里有一个中国城，就是中国人聚居区，我住的地儿也不在那边。啊，我住的地儿附近。我不是特别理解，你比如说特别中国味，你一定要去中国超市是去买什么呢？有什么比如东西说很简单，是咱们中国人要吃，酱油。他们自己超市不卖的东西？对，就是中国所有的菜、酱油，然后什么什么速冻饺子，啊，包括什么饺子皮儿，这个还有很多菜，就是咱们吃，老外不怎么吃，比如说，韭菜。还有啊，这个我不太懂啊，我夫人这个更那个嗯，留意这些事儿啊，像很多像他基本上每周要去一次中国超市，就是因为有些菜这个只有中国超市有。啊，还要经常啊，买一些这个速冻饺子呀、方便面呀，还有一些什么这种国内的那种就是那叫什么现成儿的食品，现成儿食啊。品，比如说酸辣粉儿什么的这种。有人说了，给这个徐老师暑期游学团打个扣。上次1月份的游学，亲测学习效果好啊，旅行也愉快。暑期实在是自己也忙啊，他就来不了了，让其他人赶快来抢位置。哎，这是谢谢塔主啊，你上一塔主次游主要学的那是这个个塔主主要是我觉得是本人过于优秀。这啊，好吧，个我们游学的过程中啊，这个其实虽然参加我的游学活动的都是学霸，但是塔嗯，主绝对是霸中霸。啊，霸中霸。就是是，欧洲不是到处都是满大街都是那种雕塑嘛，嗯，就是这个塔主就是每看到一个雕塑，马上就要回头看一眼他那个这个雕塑上面是谁，他有什么故事。啊，这个后来我们这个全团都跟着他，每一个雕塑都要看一看。啊，这是他自己能记住啊，还是这个靠 ChatGPT 啊？呃，大部分还得靠 ChatGPT，但是塔主是这个语言有天赋，他是能认一些法啊，语的。我们这次1月份去的啊，都是法语区嘛，都是能认一些是，法语的，这个相当是，的相当的厉害啊。相当强。对对对。人说了，然后说西班牙糖果店、百元店、寿司店基本上也都是中国人开的。对对对对对，没错儿。糖果店我没怎么去过啊，百元店其实就是我说的那种杂货店，它因为有一啊，个有一个牌子叫 Super 100，这个牌子我也没啊，搞清楚，它是一个注册的连锁品牌，还是说大家都拿这个名字去当那个杂货店的名字。反正很多杂货店都是这个名字，然后不叫这个名字杂货店，其实也跟这个 Super 100类似，它形式类似，就是杂货店。然后那个好吧，寿司店，这个那说的一点儿没错儿。我去西班牙吃的所有的去吃过的很多寿司店，也全是中国人开的。我还有一个中国朋友，他就是在马德里市中心开了一家这个寿司店。寿司店。
对，好吧？他跟我说这个寿司店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这个第一，寿司的成本是极低的。啊，这个咱们不搞餐饮这行业可能不了解，哎，寿司成本极低，它又不用炒菜，不用什么，它对对，这个你没有大大师傅。厨的要求也是极低的，嗯，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开店来说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是是，这对个写的是啥我就不认识了。，Buenos dias，就是早上好，但是我们这边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好吧？是西方的韭菜是调味品，好吧？啊，好像说有卖的，但是很少。每我想中国超市的韭菜肯定也是当每年地种的，这种尝试一次不能是从中种韭菜。国运来的。春节前我们这儿的韭菜是28欧元1公斤，我天28欧元1公斤啊，你这有点太夸张了吧，你啊，这个。对对对对对。所以刚才好吧，说这个在家做饭的话，这嗯，个成本基本上我觉得跟国内跟咱们在北京生活大差不是差啊。但是如，OK 果出去下馆子，就是西方都是这样嘛，只要你什么东西别沾人，只要沾上人，有人给你服务了，这个 OK，东西就这个价格一下就上来了，就上对吧？在这去了。边随便吃一次麦当劳，就随随便便一个普通套餐就是十几欧，嗯，对吧？相当于咱们国内可能一家三四口吃一顿麦当劳的价格。是。啊，所以什么东西那别沾人。这个关税战对于你们来说有影响没有？比如东西有没有在变贵？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关税战的影响不知道啊，但是这一年我来的这一年，很多物价是肉眼可见的上升，OK，肉眼可见上，尤其是上个月给我一个心灵一个小小震撼的，就是鸡蛋，嗯就是鸡蛋，我眼见着我们最常买鸡蛋的超市，一盒24个鸡蛋从3.75块，从3.8块涨到了4.75块，就是一周的时间。，OK，对，所以这啊，个，当然它你们那儿是至今没有再涨，24个鸡蛋4点几欧是吧？4.75块，四点4.7七毛五，4.75欧，24个鸡蛋。5.75欧，还是很贵的，还是很贵的。对，而且这个涨价的幅度和涨价的速度都非常高，而且很多嗯后来我跟我夫人复盘了一下，很多常买的日用品或者常吃的，这一年来价格都是在上涨的。，OK，都是在上涨的。更夸张的是这个房价，嗯呃，西班牙的房价跟欧洲一样也是在上涨，而且它上涨比欧洲很多其他国家还要快速。就是西班牙，它是欧洲这些国家里现在相对来说移民政策最开放的一个国家。嗯，有另外，中国人它跟其他去那就好。国家还有一个点不一样，就是你看嗯德国移民多，很多都是难民，很多是从嗯中东过去的难民。西班牙来的大量的移民是拉美的人，而且拉美的人他相对是比较富的人，所以，所以好多人说这个什么地方的房价是不是被中国人炒高了？西班牙的房价真不是被中国人炒高了，是被拉美人炒高了。，OK，就是它有大量怎么说呢？应该说经济状况非常健康、非常好的拉美人移民，它跟拉丁美没有语言障碍，这是一个 OK，这是一个先天优势。那你这个买房了没有啊？你这房价涨成这样儿提上日程了，开始看房了，但是这个那不亏了吗？目你要前还没有早早买了，这不就赚了吗？对，早买肯定赚了，但是现在来看，哎呀，这个有点这个赶不上这个房价涨的速度。啊，是啊，尤其是像那还是早马德里这种大买吧。城市，就是很多人这个移民到欧洲落脚的这个第一站，所以这个嗯房价涨得还是挺夸张的。，OK。嗯，那么住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你现在应该是在租房了，对，在租房，那房租涨吗？房租倒还好，房租是西班牙法律规定只要跟你签了合同，比如像我这个房子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那第二年涨幅不能超过西班牙人均工资的涨幅。哦，所以呢，那就是说那还好。他房东要想涨价，只能是，我不租了换房客的时候涨价。哦，所以他租房总体来说，哎，不能说不涨吧，也还行。那你算过租售比没有啊？租售比很高，它像马德里好的地方，租售比能到这个，1比20几。也就是4%。
对，就是一年的租金是你年的租金。房价的4%。对，我之前有中介跟我说过有1:18的，但是那个可能是估例了。嗯，对，所以这个1:204%到几。5%，对那还是对对对。买房划算啊！你这个应该当时一咬牙把房买下来。哎呀，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卖的，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对，但是老听着说西班牙有房子被流浪汉占据的故事。这个有可能是有的，这边就是租房也好，买房也好，很多都要买占房险。像这边啊，中国人在这边租房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老外房东他们自己都会去买占房险，但是保险公司卖给你占房险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租给一个有当地稳定工作的人，也就是说租啊，客要拿出这个在当地工作的工资单，他才能租嗯，给你。那中国人刚来，大部分没有这个当地的工作，所以他就老外也很死心眼儿，你中介跟他说什么都没用，所以他就不租给中国人。像我们这种嗯，也是，你之前看，其实这个市场很火爆，这个有很多这个房子性价比很高，但是老外这个都不租，嗯，对吧？极个别租的这个，你一看，因为有人点节目了啊，这个要聊新教皇。好，这个就这个不太是我擅长了，但这个挺这个逗的。那个有一个那个炸鸡品牌就快餐炸鸡的品牌，好像是跟那个汉堡王就是一家的 P 开头的。他每次有教皇的时候，他都拿这个教皇谐音梗做广告。嗯，好吧，这个回头吧，你要对对对有兴趣回头咱们可以再单独找一期来聊这个教皇的故事。对对对，教皇，但是我得那个你估计要备备课了。这个重新做功课了。对，宗教是爱好，就是喜欢看看，是但是不敢说有研究。是，嗯。看加拿大这边最便宜的麦当劳套餐是13刀啊，应该是13加币，我估计跟你那儿差不多，我们这儿有比它便宜的，但是大差不差。大差不哦差。13加币呀13加币那差不成，加币便宜，加币便宜，对，加币大概是应该是5吧，1加币应该是6人民币，大概是。五点几，之前是5点几，现在到没到6不知道。嗯，对，它那个麦当劳都是畅饮，就是这边就是欧洲人特别小气嘛，就是那个饮料基本没有畅饮的，就是你比如你啊，要听可乐，就是给你一听那个玻璃瓶儿的那个可乐，啊，但是那个美国的连锁品牌，麦当劳、肯德基，然后像什么汉堡王、必胜客这些都是畅饮嗯的，包括那个 Taco Bell，Taco Bell 是不是也是美国的品牌？，Taco Bell 应该是美国那边的，对吧？塔可中，对吧我在美国？Taco 吃过，Bell，Taco 嗯，Bell 也是畅饮。我们现在的一家老小都很爱吃 Taco Bell。好吧。嗯，人家说西班牙这2年移民比较多，物价上涨，也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好的地方。对对，因为它是欧洲发达国家里唯一一个移民政策还最开放的。比较宽松的一个啊，它直到今年4月份才停掉那个买房移民的项目，是最后一个，嗯，是最后一个。除了好像还有一个就是马耳他和那个希腊吧，希腊了，但是那些就相对比较小众。是。对，它说四月份刚多邻国刚停掉。挺好用的，可惜你成家了，要不然交个拉美女朋友，这个学习进度就直接拉满了。啊，对对对，男朋多邻 友也行，男朋友也行哈。多邻国其实更像一个游戏，我觉得学习效果真的一般是啊，真的一般。但是那这个个政策不能超过某个涨幅，这应该说的是刚才你说那个房租涨价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还是比较兼顾这个底层民众吧，就是你是租房租客的人，毕竟相对来说都更底也算层一点。是租售同权吧。对对对，租售平权这没问题。欧嗯。洲得13欧啊，这是想这个麦当劳估计还是西班牙今年经济不行，又是洪水又是断电。哦，对，好像西班牙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洪水。我还真听说了，巴伦西亚年初那个还政府救济去了。呃，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这个国家他安逸的时间太久了，他没应对过这种事儿，嗯，是吧？西班牙真的这个是承平日久，是 承 Taco 平日 Bell 久，这个是美国牌子，据说是唯一没有进驻中国的美国大快餐牌子，据说是中国人不买墨西哥菜的账。哎，现在中国不知道进了没有啊，我怎么觉得在中国见过没有，我在中国还真没见过这东西，？Taco Bell 没见过啊？那没见过。
对，有可能我记错了。我是在那个美国吃过。啊，对对对。哎，我们现在觉得他那个 taco 没很好吃，经常吃。对，这个徐凯老师可以把麦克风别衣服上，声音比较稳。好，我把这个麦克风拿近一点，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舒尔的这个。还有一个特别贵的麦克风，老在那儿显摆。对，这个先这样吧。好，先这样，不行我切换麦克风。先这样吧。Taco 是 KFC 旗下的啊，好吧？是吧？那别解释。个汉堡王是不是跟那个麦当劳是一家啊？我看他们那个点餐机都一样。没有，到国内都是分开的，国内不一定。哦，好，我们继续啊，然后好，继续。说这个行啊，这个衣食住完了行，嗯。买车了没？没有，我们这个还是中租车？国是中国的驾照在西班牙是不认的，短期可以，短期可以，比如你拿旅游签证来开，被警察拦下来了，一看你拿的旅游签证，你也就待个十几天20天，开就开一会儿吧，一般不管。但是你拿长期签证这个是不行的。那你得重新呃考驾照呗。对，要重新考驾照，我这儿这个得先把西语过一关，然后再去考。哦，他呃，考驾照必须要有西语啊。它的笔试是可以选英语，它那个相当于计算机机考是可以选英语的，嗯但是那个它有一个上路考试，那个就是警察给你考，他要跟你说西语，嗯所以你至少要把这个基本的这个都听懂了才行。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啊，你对对现在等于没法对对开车了，在那边儿。对，不能开车，确实受很大限制。嗯，哦，之前考虑过这个，先买一辆车偷偷开着吧，但是这个后来想还是算了，风险太大。还是算了吧。对对对，好吧。风险太大。那你在西班牙有没有看到这个中国电动车在上头跑来跑去的？看到比亚迪和那个，就看到两种中国车是比较经常能看到的，一个是比亚迪的那个这个轿车和 SUV 都见过，还一个是那个就是领克，就是吉利旗下那个领克的那个 啊 SUV，好像我印象中以前叫领克01，那个 SUV 在西班牙还有包括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法国都经常见，特别多。嗯，都经常见，但我不知了解。道它是纯电版的还是混动版的还是混动的啊。油版的，但是经常见到。对，因为我最近还看到一故事，说奇瑞跑到西班牙去复活当地品牌，说把当地的一个汽车厂买下来，然后说来西班牙有一个叫埃布罗牌儿的汽车，说咱们重新把这个牌子复活出来吧。那个，那有可能啊，这个不是很了解。西班牙自己的汽车品牌，我就知道一个那个西雅特，但是前些年被大众收购了嘛，所以它车跟那是。个斯柯达一样，是挂着西雅特标的大众车。嗯，因为现在就是出口欧洲最多的车其实是上汽，但是呢，上汽也是用各种各样欧洲的牌子往欧洲出口，MG 是就吧？整车出口。对，还有一个就是奇瑞大量的车出口，然后这个一呃，年100多万辆的那个量。奇瑞真没见过，还是说，比如到这边换了不是，一个他都是我不认识的用的奇奇怪标，也怪的牌子，有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牌子。那也有可能。然后那个公交嗯。车见过比亚迪的啊，啊，它是比亚迪公交车，确实是我看基造这东西本上就造的很好。是要不就是那个瑞典吧，那个牌子斯堪尼亚，要不就是比亚迪哦。的。比亚迪的少一些，但是有。有人说如果把学语言当做吃饭，多邻国就是个零食，是真的不能当主菜的。对对看来对对对就是玩一下是可以的。对，它相当于是个游戏，它游戏性比较强，但是说实话，它那个我是。觉得它对中国人来说的本土化做的又不够好。还是说这叫什么 Chipotle 是老好吃了，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没吃过，没 Taco 见过。都在中国开过，生意不好又走了。哦，有可能。有人说在深圳有啊，反正我在北京好像是没见过这东西，好像有哦，过，那我可能要么就是记混了，我觉得好像见过，那我可能记得不对。嗯。说是 Popeye，啊，对对就是那个看汉堡，Pop王 Eye，那个。对对对对对，每一次那个一有教皇有点什么事儿，他都要拿他那个 Pop，不就是教皇的那个嗯。那个代称嘛，菲他亚特不是要拿这个来这个。西亚特吧？菲亚特应该是那个哪儿的吧？应该是不是意大利的吧？菲亚特，是西雅特，Seat，那个座位那个词儿，Seat 座位那个词儿，西雅特。OK。
应该那也非常你现在在短暂的进过中国。对，那你啊。现在在西班牙主要是靠公交，主要就是靠公交，着急的事儿就打车，打车很贵，打车很贵。很贵。像我们家到机场非常近，就7、8公里，打车就要11、12欧。OK，你是 Uber 呢，还是正常的出租车这是 呢？Uber，出租车还没打过，大街上拦的出租车还没打过。嗯，对，而这且打个公车对我们交的价来说有一个格怎么样？非常要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个宝宝安全座椅，包括那个 啊，Uber 里选了有宝宝安全座椅的车以后，你就等不到车，它没有。哦，所以这个我们带娃出去也没法打车，所以现在还是比较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受限，尤其在国内对，过惯了这个有车的生活啊，在这边像你这活动范围个需要重新比较受限。考驾照这个事儿，确实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西班牙语不好，还考不了驾照，这个超出我的据想象说不认知了。用特别好，据说不用特别好，你能听懂交警那个警察的那些基本的指令就行了。但是，嗯，但是我还没考。是这个不能开车很麻烦。啊，对对对对对。那边有没有像什么共享单车之类的东西？有共享单车、共享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平电瓶车？衡车，还有共享汽车都有。昨天哦，回家路上还跟我夫人聊天儿说这个路边儿停着好几个那个共享汽车，它上面没有个二维码，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它，回去嗯，研究一下怎么用，有事儿我们开个车。是。对。说这个是吃破雷啊，我刚才念了半天没念对，好吧。哦，没见过，也可能是见过没注意。我们家附近应该是没有，我们家附近的餐厅我们基本都体验过了。嗯，但是那还有一个说在个拉美的餐厅，包括拉美不也说西班牙语，所以这个拉美人在这边儿天生的畅行无多一些阻。吧，还有一个在瓦伦的，估计应该也瓦伦，在西班牙。对，瓦伦就是瓦伦西亚嘛，现在官方翻译叫巴伦西亚，以前叫瓦伦西亚。嗯，嗯。国内现在确实是鸡蛋在下跌，鸡蛋现在国内是，鸡蛋在暴跌，而且现在各个的养鸡场在疯狂的杀这个蛋鸡，就是已经快哦。玩不起了，现在在。是吧？这边怎么嗯，说呢？因为欧洲这几个大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奥地利，这都是农牧业大国，所以尤其是畜嗯，牧业还是挺发达的。所以像西班牙，就是一个是那个就是肉制品还挺便宜的，牛嗯，肉，尤其是牛肉、嗯，牛奶，价格我觉得都比国内，至少你像国内原来，像我们家基本就是在山姆买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都比山姆便宜。好吧，而且它牛肉很好吃，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麦当劳比国内好吃，就是嗯，它那个牛肉饼好吃。你那边儿能不能开这种什么小摩托呀，或者是什么电瓶车、电动车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小摩托是不是也要驾照？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它这啊，边基本没有电动摩托，摩托啊，没有都是电动车，油的，没见过电动摩啊，托。然后那个要不就是那种平衡车，就国内我也有一辆小米的，以前老骑，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路没有国内好。那个啊？平衡车我不知道你骑没骑过啊，这个我不建议你骑了啊，因为我骑那玩意儿还摔过。就是它那个轮子太小，轮子就这么大，它对那个啊，路况的要求极高。就比如是，经常有那个国内那个柏油路被那个树有个根儿坑什么就拱起出来摔出去了哈，一个缝儿，就非常容易摔。这边儿的啊，路的整体状况就没有国内好。然后呢，好吧，那个它又有很多路，它干脆就弄成那种石板路，对吧？碎石路，所以骑那个就是，我觉得得年轻点儿，真颠。像是，我骑就觉得体验比较差。对，说小孩儿需要座椅的时期，当爸妈真的是很难，他们的司机是也不敢载你，万对，一被警察看见了，罚款500美金，对对对对，有人跟我说有胆儿自己抱着大的司不行吗？机敢宰，但是我们也没那么大胆儿，也别给人找麻烦，我也不能挨个儿拦着问你敢不敢宰我们，敢不敢宰我们，对吧？对，是好，OK，我们在我们小孩儿去的地方，这个最需要着急的就是医院，医院离得很近，所以这 OK，个没有特别强的需求。那么好吧，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对对对。个你在那边儿的其他的生活。
衣食住教育说完了，怎么样行也说完了啊？啊。行也说，教育如何呢？比如说你家里有小孩上幼儿园了没有？是刚刚我们给他送到相当于托儿所去了嘛，因为他没到托儿所3岁。呃，我托儿所的资源很丰富，一般啊，的它相当于就是社区的配套嘛，所以它这个社区都会带托儿所。我就不需要们抢。对，我们就不需要抢，完全不需要抢。我们就考察了3家托儿所，有一家是那嗯个中英西三语的，啊然后但是呢，离我们家远一点儿，每天坐车过去得将近得40多分钟，所以啊最后就忍痛淘汰了。要不然我们还是挺想去那个地儿的，这样小孩儿嗯融入可能更快一点儿。然后像现在我们家啊，宝宝去的家附近非常近的一个西英双语的幼儿园，幼儿园很好，老师也很好，但是问题是我们家小朋友一句西班牙语不会，他又有点认生嘛。女孩嗯，儿她可能有点认生，跟我们，她又比较小2岁多，所以她去了以后就是老师说话，不管老师说英语还是说西语，她都一句听不懂。没事儿，这时候嗯。就是让他当母语学就完了呗。啊，对对对对对，反正一开始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费点劲。强行把他送过去，然后这个在那儿锻炼去吧。嗯，嗯，是呃，资源来说很丰富，这个很多，然后有的学校它大部分学校都是含幼儿园的，就是3岁以上，有啊，的学校是含托儿所的3岁以下也可以。嗯对，所以你要愿意去的话，我们附近有一个教会学校，它就是托儿所就有。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跟我们说，你们现在就送来，从这儿一直上到18岁都可以，啊，这一直上到样上啊高中嘛，对啊吧？然后他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吹自擂啊，就是他说你要是小学入学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就是可能要抢这个名额，但是现在你从托儿所、幼儿园进来就可以一是没问题，直顺上来哎，啊。一直顺上来就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幼儿园贵吗？学费是500欧一个月，然后还有一点儿乱七八糟0、7、8岁的杂费，大概不到100欧，然后注册费啊是一年200多欧，所以核算下来人民币差不多就是一个月5000多块钱。嗯，我对比了一下国内的同档次的幼儿园，应该大差不差。还有你过去了，不应该有点啥公费教育什么的吗？托儿所没有公费的，那个，托儿所和幼儿园没有公费的，小学、中学有公费的，或者它还有一种叫半公半私。半公半私就是嗯介于公费和私立之间，它比公费的稍微贵一点点，然后比私立的便宜很多。嗯，了解对，了解。有人但是它是说好学校，西班牙那不一定都是种街道就私立的。应该是 Vespa 这样的这种摩托车啊，Vespa 确实是适合那边的车这个我不太，摩托车这事儿完全不懂。，Vespa 就是踏板车吧，踏板摩托嘛。踏板摩托，它只要不是让我那个踩几下挂档那就行。那不用。还有对，人说就跟自你如果动挡似的，不怕麻烦，那个可以到给轮儿就走，韩国济踩刹车州岛去就停。考国际驾照，那是中文路考。但韩国我怎么印象里是行车靠左呢？那个停了，不，韩国是靠右，跟咱们一样的，日本是靠啊左。那个项目应该停了，就是那个去韩国，中国人去韩国换国际驾照这个事儿，因为我也是身边啊有朋友就是通过这个项目，但是他那个比较早，嗯对，换了国际驾照，现在好像是不行了。说抱着更不行，警察二话不说，看见没座椅的就直接写罚单，甚至孩子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即使是有座椅也不行，啊，被对，警察拦下来过，好吧？对对这对对。个看来这个儿童座椅是必须要有。对，我觉得还是没必要拿自己家孩子冒险。是一个是这是是，个孩子的安全，对吧？人的嗯，安全，一个是这个违法是乱纪，这个我觉得这两方面是都没有什么特别急迫的事儿，需要拿这事儿去冒险。是。对，那你们小孩儿去幼儿园上了1个月，还是上了一刚个多月了，刚开始上？3月底去的。3月底呃，去的。对，他这边儿的那现在假比较多，能动点儿西语了不？啊，不是说小孩儿学语言学得快吗？嗯，偶尔说话蹦出一两个西班牙语，但是非常非常偶尔，总体来说不好。那你们家小姑娘有没有去之前，我不去，我要哭闹一下，every day every day，包每包括天的哈？现在每天早上只能我包进去，
就是我和他妈一块儿送到幼儿园，然后只能我抱进去，他妈要抱进去的话，就抱着他妈胳膊不撒手啊，啊，只好吧，能知道你比较我抱进去。狠心对对对对对对啊，这样。对，所以总体来说，哎，像你们那儿，比如幼儿园，它是管饭吃的。管饭，他可以选，你可以选半天儿不管饭，也可以选全天儿管饭，然后还可以管早饭，可以嗯，管晚饭，都是可选。像我们这就是，嗯，就是最普通的，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管中午一顿饭。啊。嗯，因为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个亲戚是在加拿大，他们小时候去幼儿园是不管饭的，就是你想让他在啊那儿吃饭，你得自己带，因为有的幼儿他们那儿的小园是这样，我孩儿就是们考察的这个幼儿过敏园有一个啥的都有，是这样的啊。就各种各样的过敏。然后因为移民国家嘛，就是各种各样的过敏，然后最后就都得带，因为他对对对，怕万一你给吃错了什么东西就很麻烦。对对对，那个他这边这个幼儿园就是每个月末会给你发下一个月的菜单，然后有十几嗯，种菜单，就比如说你对谷物过敏，然后比如说你对糖类过敏，比如说你又对谷物过敏又对糖类过敏，十几种菜单，你要选一下还有人对打个勾。谷物过敏吗？有谷物过敏，我有一个同学就是面粉过敏，然后所以我就很担心他来欧洲怎么活呀，对吧？他在国内你可以嗯，吃米饭，他在就是在欧洲呢，你很难躲开面。是是。那像这个幼儿园里头是有各个国家的小朋友吗？我们这个幼儿园说有几个拉美的孩子，然后有2个美国的孩子，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一个中国孩子，但是那个中国孩子跟我们孩子不在一个班。啊。嗯，啊，那所就以还是也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国际化的幼儿园了。理论上他接收任何国家都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像我们这个幼儿园，它等于也就这些，可能不到5%，呃，嗯，好吧。不到10%。对，对，说他不排跟你们斥你，包括我们我跟你们说啊，去的时候，我们问真心写。老师说，我们这个孩子不会一句英语、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怎么样？他说没问题。但是呢，好吧。你说这是他说，你说他真觉得没问题，还是他觉得这个嗯，为了做这生意嘛，送上好吧，这门生意不能往个不知道。外推嘛，对吧？或者如何界定有问题没问题呢？像我们这个娃每天早上去，我们这个娃每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起来，开始嘴里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幼儿园，我不要去幼儿园。啊，然后一直到送到幼儿园都是嘴里重复这句话。然后有时候好吧。周末在家玩儿，时不时的玩的挺高兴，突然抬头就来句我不要去幼儿园。嗯，这个巨大的心理创伤，你们对对对，这个。巨大心理创伤。然是后那个，是是。对，有一次那个放学的时候，因为老师说英文嘛，老师问我嗯说这个，呃，中文我不要是什么意思？嗯就我不要是什么意思？嗯我说我不要就是 I don't want to，对吧？嗯说老师跟我说他一天都在念这句话，我嗯。不要我不要，最后老师都学会了一句中文。你这个真的是挺可怜的孩子。对，所以我们俩这个前一阵儿真的有时候有几天他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也有点儿心软。呃，好吧。过一段儿看看再说吧。对，说这个要珍惜现在中文和父母交流的时期，等他长大了就满嘴西班牙语，你俩都听不懂了。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之前决定来西班牙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事儿，就是以后说他白人小孩儿有一个过敏比我们多，各种稀奇古怪的过敏，好吧。对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是他们人种问题还是他们娇气，我觉得是他可能他们就是们娇气。过敏分的特别多。是咱们可能好多轻微过敏就生反过来了。有可能就不重视了，不在意了，对吧？甚是至一些小病就扛过去了。这个估计还是要等等一等吧。小朋友是不是因为语言不通交不到朋友？估计还是要等嗯，一等。我觉得很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他那边其他的小朋友都状态特别好。每天早上我们送小朋嗯友去的时候，他们班老师一开门，屋里的那个已经到的小朋友都挤在门口看我们，冲招手，奥拉奥拉，然后冲小朋友招手，好吧。然后还有好多小朋友会叫我们家小朋友的名字。嗯，对，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挺好。对在附近的游乐园玩儿，遇到他们班的小朋友过来就喊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家小朋友就比较害羞，就不理人家。嗯。嗯。这个估计慢慢的就会变得不一样。
哎，希望是吧？希望是吧？对。对，现在我还看到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说，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孩儿呢，脸型会发生变化，因为是用他们的这个语言发音，因为这个习惯性的表情和这个发音习惯会改变脸型，就是说很多的这种 ABC，你一看就是说这不是在中国长大的。用的那个脸部肌肉不一样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估计有可能，你们家也许。姑娘以后应该也是这样的，也许，嗨，这些我们都非许太早。常的对，非常大条。说实话，来西班牙很大一个就是想躺平来了，对吧？就是嗯，想这个放松了，就不要去卷这些东西了，对吧？所以也就是也就不在意这些东西了。那是，刚来的时候我们还焦虑，就是欧洲这边儿的那个女孩儿全都那个纹身，全都穿嗯。孔，比例极高，我觉得得90%以上，就是身上纹大大面积到时候你的纹身，也管不了然后他。穿孔，然后这个鼻子或者是脸、嗯，舌头什么其他部位穿孔。哎，现在我们也不焦虑了，爱谁谁吧。是，说欧洲的中小学都有英语教育吧？英语非常普及，它基本上我们去看过的几个学校都是，西英双语授课。像我们看过那个教会学校，它到中学开始，所有的科学课全是英语授课。哎，他们为什么不教个法语、德语啥的呢？为什么一定是西英呢？这个我没想明白。不知道，可能英语还是更通行吧，世界语言。那你想他的孩子以后，你上大学要出去留学什么的，你要搞什么科研工作，你不也得说英语吗？啊，对吧？你在全世界不管在是，哪儿，你搞这个稍微高深一点儿的工作，你最后不会英语，寸步难行啊。好吧，因为我那时候在法国收购一个案子，当时他们是办公室里边的所有人都是讲英语的，啊，但都是对。法国人，但是都讲英很正常，语，那个讲的还都特好。我们这边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西班牙的亚马逊，我去他们办公嗯，室，他们那儿也全讲英语。是，但是我后来问他，他这些老外都是外派的吗？他说不是，基本都是西班牙本地人哦，啊。就是你要去亚马逊工作，你可能就必须得说英语啊。哦，啊，对，另外还有一个西班牙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中国，他可能是现在西方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嗯，这前2周不是那个西班牙首相还是总理首还访相跑来了，对。问中国吗？还有那个阴谋论说那个西班牙大停电是那个美国干的，为了报复他啊，对中国示好。啊，那西班牙真的对中国很友好，就是这个我们那个参观那个教会学校的时候，就一进他那个食堂，看食堂里挂的全是毛笔字，全是啊？毛笔字，什么都写的那个字都特别逗，什么“真命在我”，啊，然后什么这个什么都特别有诗意那种词儿。我说这是干嘛呢？他说我们上周是那个中国文化周，啊，中国文化周。哦，我说那你们学校有很多那个中国学生吗？他说没有，一共就3个，但是中国文化周也要哦，搞。就是说我这一个这中国文化周也不是给你的中国学生搞的，一个中国学生没有，我也要搞中国文化周，哦。对吧？就他这个那讲到教会了，这个你们以后会准备上教会学校吗？教会学校在我们这附近不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啊，但是它啊，可能排第2、第3，所以我们心里啊，把它当一个兜底。明年呢，孩子3岁可能就要上那个带那个幼儿园的那种学校了，我们会申请他那个哦，第一、第二的，要申请不上就哦，去这第3的。但是第3的我去是唯一一个我们深度参观了的，感觉也不错，哦，感觉也不是，错。我所以这个估计你可能还是要慢慢放开了，别卷，哎，对别对对老惦记奔对对对，不那个最要卷。好的地方去，什么输在起跑线上这些事儿，你到那儿你得放开点儿。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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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父母就是他的起跑线嘛，你父母已经本身不可能有大的这个你已经把小孩儿带去了，就已经可以了。对，这个像那边儿的话，是不是这个穆斯林很多啊？西班牙应该说穆斯林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它的优势呢是它大部分是北非穆斯林，就是嗯，温和穆比斯林，较开放。哎，比较温和、比较开放的穆斯嗯，林。因为它之前它那个直布罗陀跟北非离得很近嘛，对吧？所以它那嗯，个大部分是北非穆斯林。就街上你看到那种中东的那个穆斯林，就是要蒙面，蒙得很有的很严实那种。很严的，极少极少。我可能来西班牙这啊，1年见了没超过5个这样的人。
就是偶尔极好吧，偶尔能看见一个，就是嗯，基本没有。他温和的穆斯林，他走到大街上你也看不出来他是穆斯林。是。对，你他不看这个像那个德塔主国。是小时候跟你们家姑娘一样，这个去小区楼下的幼儿园不想去，一哭哭一天，每天都是他爹亲自送他去。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育儿方面，我其实跟塔主学了很多东西。这个以后有机好吧，会有育儿的这个再再聊，分享，当然也可以直接听原版塔主的，不用听我这二手的。是，对对对。对，那个穆那这斯林个你们就是他，医疗怎么样？西班牙的医疗水平在欧洲是非常高的，它被称为欧洲的嗯，医院，就是因为西嗯，班牙的这个物价低、气候好，所以欧洲那些发达国家，德国、法国的人就到西班牙连度假带治病，对吧？就跟中国嗯，这个三亚的那个医疗水平也很高，是吧？一个道理。所以它是，医疗水平很高，它那个人均寿命排世界第6还是第几，非常前几名是吗？啊，非常高。对。然后这个那这个你这个就是你去了医院了以后，他们也都是讲英文？医生大部分会讲英文，然后那个但啊，是工作人员或者护士不一定，也有会讲的，也有会讲的，就是少。嗯，门口的那个接待的那种工作人员大部分不会。但是啊，反正现在翻译软件都很方便，这个嗯，我一般去的时候都把要准备的材料都拿 ChatGPT 翻译好，然后到了以那等于就后，是带你们姑娘去过几次？去过几次。他这个一个是做这个例行的身体检查，然后还打了一针疫苗，然嗯，后还有一段时间咳嗽、流鼻涕，然后还去了一趟。对，大概一共去了3、4次吧，嗯，总体体验那还都不错的。是保险全覆盖？啊，保险全覆盖，保险全覆盖。它有不覆盖，它会提示你，但是绝大部分东西它都覆盖了。嗯，哎，你对。们是需要有什么家庭医生吗？还是直接就去医院了？呃，哎呦，你这个问住了。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在这边看病都找家庭医生，但我怎么好像来了以后，我也没太关注这事儿，我也从来没找过，没问过我有没有家庭医生。我回头问问去，我问我那个医疗保险的那啊。好吧，好吧，对，反正这个它这是医药分离，医院呢就管给你开药，然后你自己拿着处方去药店买药。药整体来说比较贵，比国内要贵一些。呃，OK，但是反正也没贵出天儿去吧，没觉得这个特别夸张。嗯。嗯，对，这个关于脱敏期，就是上幼儿园这个觉得没有必要啊，跟一些幼儿园有经验的老师聊过，你越是难分开，这个就越是焦虑哈。这个3岁以后，其实孩子对对对就有自己的社交需求了，剩下的就是看老师了。对，是。这个等回头让塔主专门开育儿节目吧，然后你们去聊吧。对对，我们这个你看有这个，也是有监控的，幼儿园有监啊，控，这是中间站着这个孤零零的这个单摆福哥的，这就是我们家娃。那有点可怜呢。啊，对，他还挺逗的。一个是很少跟别人玩儿，但是偶尔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偶尔跟别人玩儿一下儿。然后还一个呢，就是嗯，老跟着老师，比如说老师坐在那儿给他们一排小朋友在那儿讲书，小朋友都坐老师对面坐一排，他就站老师旁边儿跟助教似的。嗯，也哎，他也行，知道跟着一个人。对，知道这儿是安全的。哎，对，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儿，有一个外国小女孩儿就特别喜欢跟他玩儿，老来找他，老拿个玩具嗯，过来找他，但是他也是，就是不怎么，好像没怎么主动发起过跟别人一起玩儿。嗯，怎么说呢？一个多月的时间下来，也是慢慢的在适应，也能看好吧。出很多进步来啊。而且我们家这孩子可能遗传了孩子他妈有这个收纳癖，哎，特别爱收东西，然后呢，在幼儿园帮着老师收东西。好吧，每天那个放学他们就是是在那个院儿里玩儿那个什么小孩儿骑那个小车什么的，然后大家还骑嗯，着没完事儿呢，我们家小朋友就开始帮老师收，就开始帮老师收啊，那小车，收完自己的还帮着收别人的，别的小朋友正骑呢，他就过去，哎，相当于就比较温柔的夺走了，抢过来，然后给老师收起来。啊，啊。说西班牙也有 walking clinic 啊，没家庭医生的时候，可以先去这个走过去，但是
要想享受系统性的保健医疗，还是要找个家庭医生啊，看人家哦，有住在那边儿的人嗯，在给你分享经验了。那我赶紧去学习一下小红书，看一下怎么找家庭医生啊。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要不行问问小区里的人，或者问一些这样的人，对对对对对他们应该有推荐的。对，反正这边人都很热情，你问他点什么事儿，就比如你问个路，他不会，他有的人不会英语，恨不得就给你带过去这种是啊。是，那个你在那边儿有没有交到一些西班牙本地的朋友啊？哎呀，这个非常惭愧，还没有啊，还没有。有没有？嗯，那边儿我这个反正中国人自己还有一些小社区，还可以稍微的聊聊天儿是吧？我加了几个那种比较功能性的群，比如说什么租房群啊、代物群呐、但是嗯，可能我这个就是还是发自内心有一丢丢就是排斥哈，孤僻吧，哎，社好吧。恐也好，孤僻也好，就不太愿意这个就进行这种广泛社交。慢嗯，慢的，我觉得是要开拓一些自己的朋友啊，是。对，这个是非常对的。对，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儿你准备组织的游学团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好啊，好啊，因为我一直讲这个军事相关的历史，所以这2年在欧洲搞这个游学，搞得也比较也比较成熟了。这个今年1月份塔主来参加，也是这个非常不错。今年暑期就是7月11号到24号，在这个嗯欧洲的东部，就是德国、捷克、奥地利这3国14天13晚。这个游学活动的主题呢叫“德意志沉浮录”，主要就是讲嗯这个德意志这个历史悠久又非常苦难又非常骄傲的一个民族的这种沉浮史，对吧？我觉得这嗯个读懂德意志这个民族的历史，对于读懂我们自己民族，尤其是近现代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所以嗯，这个活动，这个路线去年已经走过一次了，非常的成功。今年呢，还会再走一次，然后现在一共还有4个名额，一共还有4个名嗯，额可以这个欢迎大家这个参加。想参加的话呢，就是可以就可以微信加我，就是号码5889408，我会把详细的材料啊，这个等会儿啊发给大家。588五什么八八九四零八，9408？对对对对，待会儿在那哦，个节目下面可以留个言，可以留个言。就是加这个微信啊，就可以加到徐凯文凯，然后对可以对对对对参加这个活动。对对对对，嗯。欧洲别的不说，旅游这个事儿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还是非常棒的因为就是历史文化，人类的历史文化，对吧？所有现代历史文化的发源全在欧洲，而且好，对今天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发生，基本上核心都还是嗯，在欧洲，对吧？最好吧，简单的就是1战和2战，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这2场战争。那咱们到欧嗯，洲就能看到这些很多实际的事情的发生地，对吧？好，这就是我们第一阶段。这个我们看看评论啊，OK，这个塔主还在这儿说呢，这就是独生子女的特点，独生子女就喜欢跟成人一起玩儿，因为他们生活中只有成人一起玩儿，他们可对以主动找另外的小女孩儿那个小女孩儿家庭啊，你们可以主动找另外一个小女孩儿家庭，问对对对，问能不能一起 play date，让他们小姐妹俩平时也玩儿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哎，这个很好很好。我们还没搞清楚那个小女孩的家长是哪个，我这个看看有没有可能哪天碰上一哎，下。那像你们，你现在平时在那边儿都折腾点啥事儿啊？就是或者就在家待着呀，还是说除了组织呃，游学还干点儿别的不？对，我自己还有这个节目，然后还有这嗯，个现在还有公众号儿平时在做一些这个写作的事儿吧，然后家里还有堆乱七八糟的事儿，反正日常的时间也占的比较满，而且这个哦，每天这个因为娃放学以后晚上睡觉的这个工作是交给他妈妈的，所以娃从嗯，放学到睡觉这段时间是大量的是我来带的。哦，对，说交本地朋友可以去酒吧，喝大了就都聊了。对，现在最大的障碍还是西语，所以这个这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这个
还是要抓紧。我觉得咱们毕竟是过了那个学一门新语言最好的时间了，对吧？啊，尝试禁言老范失败啊，你这个太过分了。为什么要禁言老范没有，因为我呢是所有的这个会员，就是我这个，你看他名字后头有一个 dollar 符号，他是我的付费会员。然后呢，？OK，我都给他们发一小扳手，他们就成为我这个评论区的管理员。他嗯可以把别人不喜欢的这个，就是一些比较讨厌的直接删掉。就，OK，是我给了这个所有付费会员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付费会员会不会把不付费的全删掉？不会，谁啊，有那闲工夫啊？哎，刚才那个评论说德意志历史那啥啊，德意志工业史、历史是汽车史大学最爱，尤啊，其是工业历史、汽对对对。车历史。对，他工业史、有空就去，汽车史其实都跟战争史强相关，对是吧？比如今有天咱们说空去呗。德国最有名的大众汽车，大众这个名字 Volkswagen，这名字是希特勒起的，是，对吧？这个车标是不是希特勒本人设计的我忘了，反正他首肯的，对吧？这个公现在司有据说是把希特勒大众那个车建立的。标转起来就是一个万。最早的那个是有点那个意思的，它上面还多带几个道儿。后来二战以后，嗯，他把那个标给改了，但是他名字没改是，啊。就是他就是因为希特勒能够竞选总认识一些统的时候本地人。许诺那个，他要让每个德国家庭都能开得起，都能买得起辆汽车是。嘛，对吧？可以问老师，你跟老师说方不方便把另外一个家庭的联系方式给你们，方便两个小孩联络联络啊，这样也可以方便老师上课开展工作，这个老师哦，会很开心的啊。你看，人家都给好啊，好啊，好你出啊，好主意了。好啊，好啊，语言不是障碍，喝大了这个用手比划都能聊得很嗨，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忘掉语言障碍，对，这个语言障碍确实是要忘掉的。对，我在这儿其实认识了几个说英语的朋友，反正就是，但啊。是没有深交吧，就是有些地儿聊天儿遇到了，然后聊得挺好。嗯，但是总体是。来说还不算有什么朋友。嗯好，这个阵风还没开始呢啊，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第二个话，OK，题。等我20秒，我拿杯水，拿啊，杯水，去吧。水喝完了。嗯。甲壳虫应该不是希特勒设计的，应该还是保时捷博士设计的吧？对，因为保时捷本人跟希特勒是好朋友，然后是。呢，就是所以希特勒当时就咨询保时捷，说我这个竞选的时候做了这个承诺，你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把它落实啊？保时捷就是专门设计了一款，成本比较低，但是又适合家庭的车，这个嗯车型一直延续至今，就是甲壳虫，嗯这也就是大众的第一款车，对吧？所以其实大众这个公司，我真的觉得二战之后它应该拆分，然后不应该用这个名字了。嗯对吧？因为像二战的之后，那个像克虏伯这些公司都拆分了，对吧？因为嗯这个大的那个军工产业集团，他们是支持希特勒、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所以相当于一是惩罚他们，二是这个就是为了改造德国嘛，把他们都给拆分了。大众绝对应该拆分，结果没想是。到大众不光没拆分，到今天还越做越大。嘿，你像人家当时是把这个标致和雪铁龙都直接国有化了，因为当时给德国人做那个什么做坦克。对对对，标致生产那个坦克的发动机。嗯。好，我们开始第二个故事啊，这哦，个法国阵风和中国歼十 C，这个对对对是这两天国内非常非常热的一个事情。对目前呢，这个事实还有一些争议，因为巴基斯坦说是打下5架来啊，3架阵风，苏30一个，还打下一个幻影2000来。幻影2000，对。对，然后呢，说是用歼十 C 使用霹雳15E导弹打下来的对，啊，空对空导弹。说打下来的这个不是原因呢八方是那个说的，就是用巴歼十 方说的。C 对，用，哎，我这个摄像头，你的视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我也大概摸着规律了。对，巴方说的呢是霹雳15E的这个导弹呢射程是145公里，而这个阵风上面装的叫米卡导弹的射程只有60公里，所以呢，对它等于是在人家的射程之外就放了导弹，它就跑了。
然后就把人打下来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对，然后这个是印度这边呢是没有正面回应啊，但是呢，他承认是有一架阵风坠毁了，但是呢，不承认是被击落了，所以他有可能还在这个甩锅，说是法国人你这个飞机有问题。这个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呢，这2天在拼命发微博，不断的辟谣，说那个你们国内引用的很多照片都是去年的、前年的，什么时候的旧照片，这个都不是现在新的。但是反正印度反正摔飞机也摔的比较多吧，老照片的素材也很丰富，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折腾去了。对，法国呢是证实至少有1架被击落，但是呢强调是操作责任啊，就是你们印度人不会开。然后法国高级情报官员向 CNN 证实呢，印度空军至少有1架阵风被巴基斯坦击落。然后达索公司也是造阵风这公司呢，说阵风是符合设计标准的，对，但是呢，并没有解释这个超视距被击落这个技术细节，因为现在就是说超视距嘛，甭管60公里还是145公里，估计人都看不见。对，在然后天上法国最好的眼神就是能看60公里，但是那60公里对就基本就只能说能看见，不能说能看清了。是，然后法国媒体《费加罗报》说是这个印度空军战法落后啊，法国工程师都无法理解其操作方式。嗯，这是，个美国是 CNN 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确认巴基斯坦歼十 C 击落了2架印度战机，含1架阵风，并强调未使用美式 F-16，因为美国把 F-16卖给巴基斯坦以后说，你不允许去打印度，对，不允许这也用在挺那个克什米尔地区。对，不允许到那边去。然对，后呢，这个现在讲的是巴方依靠的是预警机探测半径400公里，然后呢构建的这种空天一体的这种体系，引导歼十 C 在200公里以外使用霹雳15导弹，而印度阵风它整个的指挥链是断裂的，数据融合根本就融合不起来啊，所以它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来吧，你那边有什么样的这个收集到什么样的消息了？应该说咱们的消息源都差不多啊。我觉得首先咱们得明确一点，就是在这个冲突期间，咱们是嗯，很难得到完整的真实的消息的，对是，吧？包括这个就是就是击落这个印度飞机用的是歼十实际上歼十 CE 了，对吧？这对，一点好像我印象中也不是巴方官方宣布的。嗯而是都是民间猜测的。因为巴方最主要的先进战斗机就是歼嗯十和 F-16，而 F-16是被嗯，美国禁止用在这儿的，对对，吧？禁止用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所以大家猜测是歼十 CE 啊。所以咱们现在相当于在一个虽然信息爆炸，但是真实信嗯息又极度匮乏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对，所以谁是那个信誓旦旦的跟你说啊，就是怎么着怎么着，谁就是比谁强，通过这就能看出什么什么的，这一定就是蹭流量的，这是，一定是蹭流量的，不管他是主动嗯蹭流量，还是被倒逼着蹭流量，因为很多严肃媒体，你要是等严肃查证完了，这流量也过去了，是吧？所以这个大家被动的也得蹭一蹭啊。但是首先咱们得知道，不可能得到这个全面的真实的信息。是，呃，第二呢，就是我觉得现代空战，已经超出咱们普通人的理解范围了。你看嗯我以前节目里经常给大家讲这个空战的基本概念，比如说一般说一战、二战的时候，一战的时候飞机互相打就是叫狗斗 （dog fight），嗯对吧？都是因为飞机的机枪是冲前的，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咬住，哎，怎么对？哎，对，咬住敌机的尾巴，所以双方在空中咬嗯尾巴，所以是狗斗。到二战的时候呢，更多的用这个编队飞行，比如德国空军为什么厉害？德国空军先发明了这个叫四指战术，就是4架飞机嗯编队，然后是一个飞机在前面，一侧一个飞机，另外你看4个手指头尖儿的这个位置，对吧？就很好理解4架飞机是这么一个排列，四指战嗯术，4架飞机互相掩护，2架主攻，2架负责掩护，哎，一下这个战术水平提高，这些就是咱们还能理解，至少大概嗯其
能理解这个概念。今天咱们说这个飞机空战，对吧？在100多公里之外，视距之外，雷达就锁定目标了，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战斗机的雷达锁定的，是预警机的雷达锁定的敌人的目标，然后把这个数据发到你的这个战斗机上，战斗机发射导弹，然后导弹再根据这个预警机给的目标信息去追踪这个敌机，超过我们的理解了，对吧？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对吧？无法理解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咱们普通人就包括我啊，我也不能说是专业人士，我只能说是可能还算稍微高阶一点的军事爱好者，但我也不能说专业人士，对吧？所以咱们就是更多是看个乐，不要有这个OK，不要有这个太这个什么的心态，尤其是不要斗兽，对吧？不要斗兽，就是这个飞机就比那个飞机强100多公里，就是比对，多少公里强，什么这种，是，对吧？另外武器这一点，就是要这个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对，哎，对吧？就是俄罗斯没发动战争的时候，大家还都认为他是世界第2陆军强国。他好牛。啊，对，结果一打发现结这个果打了3年，就打成这么个爷爷奶奶样儿，这个就没法整对，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放那个什么，放那个耿爽还是谁在联合国那个讲话，人家嗯，说你们中国是不是向俄罗斯提供军援了？啊，对，然后他瞥人一眼，说我中国给军援，这仗早就不是这样了。这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倒是事实，因为军事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最终打的是综合国力嘛。那你对啊，俄罗斯的 GDP 不如广东省，对吧？搁到中国按省排得排第4，那你说那你说它的军事实力能强到什么程度？包括大家很多人吹的这个核武器，这个很多人说俄罗斯急了不行，掀桌子核武器。你看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少发出核威胁了？嗯就是核威胁这事儿，它最有用的就是威胁。嗯对吧？而威胁这事儿，这《教父》那个电影里的经典台词，不要做你无法实现的威胁，嗯对吧？因为那样会让人觉得你是个笑话。所以你看，俄罗斯嗯现在越来越少做这个威胁了，因为那个苏联时期战略核武器就是腐败的重灾区嗯，啊。咱们看那个电影《战争之王》，那就是那个哎，苏联一开始偷解体，那个东西出来，对吧？跑到那个苏联去，就是其实它主要就是乌克兰嘛，买各种武器。你看那个军队腐败的样子，在苏联时期，战略这个核武器就是腐败的重灾区，因为一枚核弹造出来，这个保质期就20年，有的20年，有的嗯25年，保质期之内的维护费用跟你造它的造价是一样的，对吧？双倍于造价，但是这东西嗯，不用啊，对吧？什么时候对，用？没人用，所以可想而知，它嗯必然是腐败的重灾区。对吧？它比你坦克还得拉出来溜溜，还得拉出来嗯，阅兵也好，训练也好，拉出来溜溜。战略核武器没法溜，对吧？没法溜，所以这个就腐败的重灾区。所以今天俄罗斯就别说它这到底个有多少不核威，好说了哈。对对吧？所以这个我这有印巴冲突多少其实战略核武器在战备状态，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对，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很多人质疑朝鲜的核力量也是这个原因，对吧？他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他阅兵阅的挺来劲，对吧？那个阅兵的时候，那个这个战略导弹的那个管子一个比一个粗，但是对，实际上这东西朝鲜有没有足够的国力支撑这个事儿，这个非常存疑。他有那个国力，他有没有意愿去支撑这个事儿，还是说他有那个大粗是管子阅兵就完事儿了？是吧？这个就大家比较质疑比较是。多的原因。所说以这有人说了，次这个拍到了霹雳15的残骸，对，说明巴方肯定是打了霹雳15了，但到底是霹雳15打下来的，还是别的打下来，不知道了。对，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碎片的信息。我这对，看到很碎。很多这个传播这些信息的都是军盲博主蹭热度、蹭流量，对吧？很多一个是我今天刷军盲，还有一到一个个呢，现在因为有搜索引擎，有 AI，所以呢，你真的很难说是不是就把以前旧的图拎出来了。对，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信息，是信息爆炸，而且对，自媒体的信息太多太快，不像那个我记得那个2003年那个第2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当时那个央视还有那个前线记者跟着美军的部嗯，队，对吧？在那个伊拉克战场上，你看这个就是第一，它是一手资料，第二它又比较权威，是吧？那你今天这个全是自媒体，全是在后方。
键盘上找的材料打出来的，而且一个个说的信誓旦旦，对吧？一讲这个空对战就把这个一对对对对，大堆这个名词儿是堆上去。但是其实像我这种就是不敢说专家，稍微懂一点的人，就能看到大量的纰漏，对吧？比如说是，这个，今天我看到一个流量很大的博主，你刚才说那个图，霹雳15的那个图，他说这是那个印度发布的，是印度用防空导弹击落的霹雳15。那这个就很扯，因为霹雳15是一个空对空导弹，对，对吧？空对空的是飞机打飞机的导弹，而且它很嗯，小，首先就完全没有必要用一个防空导弹去打一个空对空导弹，能不能打着是一回事儿，能打着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打，是，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就是非常非常扯啊。好吧。但是现在呢，至少在国内，这是一次网络狂欢了，大啊，家对对对对，可开心了，不光是网络狂欢啊，股市也狂欢啊。股市也狂欢。对对现在网对对对对。上传了很多段子，比如说是这个，说印度飞行员怎么弹射完了躺地上不起来，都是等人去救援，而且救援的时候呢，你扶他都扶不起来，你必须得拿担架拉走。啊，说这个印度飞机这2年说摔了1000多次，说实在摔出经验来了，说只要经过弹射，这个脊椎就有极大的损伤。如果对。你一直躺地上不动呢，可能过一段时间还能够再飞。如果你当时站起来了呢，这人就废了，说这辈子就不用再飞了。那当时还能站起来，这不是才应该说明没大碍吗？这我没有，不懂啊。他是说这个只要弹射了，就基本上你就躺在那儿等救援，对然后有人救援来了，然后你就抬着走，对，因为过多长时现在间以后才能站起来。对对对对对，因为弹射现在都是那个火箭助推弹射，就是你是，那个弹射座椅，因为飞机飞的速度太快，喷气式飞机飞的速度太快，你是不可能像二战时候那种飞机那样，就是飞行员自己靠自己的体力跳出机爬出来，舱的，是不可能的。嗯，所以它是先是那个，有炸药把那个飞机舱盖炸开，然后那个座椅下面有2个那个火箭助推器，把你嗯，推出去。推到一个高度，也离开这个飞机，离飞机远一点儿，然后再打开降落伞。嗯，啊，所以这是。个火箭助推器劲儿很大呀，所以这个很可能这个对脊对，柱肯定脊椎是有不是一个太很大伤害。好的事儿。对。而且现在好像这些弹射座椅好像大部分都是在同一个公司造的。然后呢，英国有说这个一个公司忘了，我一下英国的，对。儿想不起来名字了，特别有名儿，然后呢，这是宇航公个弹司。射座椅这公司呢，现在好像也在证实说，最近有几只弹射座椅被弹了，就是好嘛，他们是联是可以收网是吗？到信号的。对，他们是联网的。好家伙。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网传段子呢，这个也没有办法证实，就嗯。是法国现在禁止阵风战机再次参战了，说你们必须呃，要停下来，我们要检查。有可能，有可能，它其实不光是停下来检查的问题，就是说，西方国家卖武器都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往热嗯，点地区卖武器。所以为什么美国卖巴基斯坦 F16也是有各种限制，其实多少打一个擦边球，但是他很忌讳这个事情，尤其是在嗯，冲突发生的时候，对吧？嗯，大家不愿意这个就是说白了，不愿意让我又想卖刀子，又不愿意让我卖的刀子去杀人。这玩意儿，这挺老贵的东西很费劲啊。对，啊，但是你想人家说了，法国的。那个做弹射座椅的公司叫马丁贝克。啊，马丁贝克，英国的马丁公司，对对对对对。对，啊，说每救一个飞行员，他们的那个计数器会加1，说最近他们的网站上的计数器在往上涨。你的对，你的视频又不见了。对对对，我发现规律了，隔大概多一会儿，哎呀，行，又回来了。回了。是，然后对。呢，这个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印度买的这批阵风啊，它的款没有付清楚，就是它尾款没付，所以呢，法国达索好像对它的阵风战机上面的某一些软件升级滞后了，这也是一种传言。这个很多事情真的可能得到战争结束以后，甚至战争结束以后，再过很长时间以后，咱们才能比较全盘的清楚这个事儿，对吧？二战 OK，到现在还80年了，昨天是嗯，二战欧洲胜利80周年，对吧？80年了，还有好多未解之谜呢。嗯，所以这个很多事情是，在战争期间错综复杂，然后这个每一方他自己得到的信息也不全面，他想发布是，的信息
对吧？他可能就也他自己肯定经主观过一些客观的这个演示原因，了。对，所以这是，事儿最后就很难说啊。对。现在国内呢，讲的是印度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万国牌，就是买了各个这个肯国家的东西，定有很大因素。买了俄对罗斯的，买了美国的，买了那个法国的，然后自己还造了一点点，当然这些对，东西呢都拼不到一块儿去。他像巴美国的基斯坦呢，印度、美国的装备应该一直比较少。它好像也有一点儿啊，它那个俄制俄罗斯的，装备多。对，苏30 嗯，MKI，包括它的那个航对，母超日王号也是那个俄罗斯的嘛。是所以那个有时候就问那个，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好，还是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好？是从航母就能看出来，俄罗斯卖给中国的航母，对吧？一个是停在天津的那个基辅号，一个是咱们是的那个辽宁舰，就是那个是，那个乌改克兰的马过的那是兰格号，对吧？是，基辅号就是拆除了所有的这个电子设备，拆除了所有的动力系统，拆除了嗯所有的武器系统，相当于一个空船壳，由拖船拖过来的。嗯对吧？送到印度的这个超日王号，它其实跟基辅号是同一级的啊，它是同一级的。它是不光是全套的电子设备、动力系统、武器系统，而且是俄罗斯给它专门做了现代化改装的，嗯，对吧？让它能起降这个新式的战斗机的是，啊。所以哈，这个大家自己这对个对对。大家自己理解吧。然后说这个巴基斯坦呢，因为是买了中国的全套成型装备，嗯，所以呢，它就可以相互之间配合得起来了。预警机也是咱们的，飞机也对是咱们的，然后这个导弹也是咱们的，下头对地面上还有红旗九，对吧？然后这对对对个就是甭管是地面的防空导弹，还是这个空对空导弹，都是咱们的，所以它就可以配在一块儿了，就可以干活了。对。有一定道理，而且巴基斯坦这些有一个道理。年，这个因为它也涉及到这个比较多的反恐战争，包括它跟伊朗之嗯，间还经常有一点儿小小的这个冲突，所以它实际上就我觉得就练兵的机会来说，它是比印度要多的，是。它比印度要多的。印度更多的印度的，哎，是这个这几年就没怎么打过仗是吧？对，总体来说，这两个国家都承平日久，啊，尤其是印嗯，度承平日久，它没有什么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且这两个国家克什米尔地区闹了这么多年，实际上双方都默认维持现状，对吧？印控克什米啊，尔和巴控克什米尔，大家维持现状，只不过在双方谁又要需要一些这个缓解一些就国内蹭一下儿。压力的时候，哎，就把这个事儿再拎出来。所以你看，嗯，他们这两国在那个克什米尔的那个实际控制区的交界，经常在交界线上对着举行阅兵啊，或者在那个就是那个士兵的换岗仪式啊，大铁门儿，有一大铁门儿。对，搞各种的这种很那个开心的这个表演。很开心的比试，所以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像这次可能是事儿有点玩大了，但是我觉得总体来嗯，说，双方其实还是比也较没惦记克制的。大打。其实还是比较克制的，对吧？你是。你这个毕竟那个是4月22号那个恐怖袭击，是那个嗯，炸死印度20多个人呢，对吧？那你那嗯，你作为印度这么一个大国来说，他不去搞一些事情，他实在是对内没对法对对，交代，对，对内没是。法交代。但是现那么在这个这一次呢，因为国内狂欢嘛，然后大家关嗯，注一下股市吧。说第一个法国达索就是造阵风这个，暴跌，5月1号，欧洲股票开盘以后，达索直接单日下跌1.91%，不算多。那不算到五多，月八号，直接下挫12%，创2015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然后交易曾经有一度是跌到15%，后来稍微拉起来一点点，嗯，200亿美金、200亿欧元就没了。然哎，后呢，达这个索是在哪儿上市的呀？是在巴黎股市是吗？达索呢是在法国上市的，在美国也是有上市，就是达索航空在美国也上市了。哦哦，美国的达索航空大概跌了20%多，就是达索这一次肯定是被印度人坑惨了。嗨。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看这个，乌克兰用的最先进的这个西方的装备，不也有损失的吗？这个也豹二坦有人说克都被达索那个俄罗斯涨了，那缴获了。达索这个肯定也是涨涨跌跌呗。这个，嗯然后呢，中国军工股就起飞了啊，这个是
网上可以查到的确认信息，5月8号啊，中航成飞单日涨20%，2天涨了46%啊，这就是歼十 CE 的这个生产商，对对对对，就直接就涨了40%，涨上去了。然后巴基斯坦已经追加了订单50架，并且计划再订70到90架，而且订单已经到2027年了，我们就给人造就完了啊！反正这次，甭管是不是他打下来的吧，反正咱就去干就行了。然后啊，这个润贝航科是连续4个交易日涨停啊，涨幅是33%。中国商飞3类合格供应商，为歼十 C 提供各种航空材料的啊，这个包括一些化学材料。然后是雷电微粒供应商吗？怎么对为军工的？军工的对。这个雷电微粒是连续5个交易日涨了23%啊，5月8号直接上涨了12.69%，这是造霹雳15里边的这个毫米波雷达的。然后天剑啊，这个也是天剑科技5月8号涨停，连续5个交易日涨了23.7%，这个是霹雳15雷达给它霹雳15导弹做固体发动机的。然后是这个华武股份啊，这个也是涨了20%，5月8号涨了20%，连续5个近5个交易日涨了48.7%。他们呢是这个全资子公司，是生产这个歼十 CE 的这个航空制动器是啥玩意儿？还有飞机零部件。航空制动器是不是那个降落的时候那个东西？对。然后光威复材做这个碳纤维的也是狂涨。这个光威复材就是原来我讲过，他造鱼竿的，鱼竿后来发现碳纤维做的不错，说来你们他就是山东威海一个村镇企业，给人做鱼竿，然后呢，最后发现这个叫什么东西特别好，这个碳纤维特别好，然后就军工就使成了，就是他们俩。对，然后后边还有这个什么航天南湖啊，这个是做什么防空系统、做雷达的啊，这个也是涨了20%。然后航天长风涨了24%啊，5月8号涨停，这个是做红旗9导弹的，对吧？这个但是这2天呢很怪，就是印度股市在暴涨啊，巴基斯坦股市呢在暴跌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到底谁打赢谁打输了搞不清楚。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比较难。我今天看有消息说，印度宣布说击落2架这个巴基斯坦的飞机，对，一架一架歼十 CE，一架这个JF17就是枭龙嘛。枭龙，对，枭龙最早叫超七，就是中国因为是充分吃透了歼七，就是苏联米格21的技术，所以后来呢又发展了一个超七，但是当时海外订单没了，就这个这项目就搁置了。后来2000几年呀，跟这个巴基斯坦合作，开始又开发出来，改了一个名字，咱们国内编号叫 FC1，但这个飞机我印象中只有外销，没有这个国内没有，就是没有国内自己使用。它也是成飞的，因为歼七就在成飞生产的。我那个不是那个在北航上学嘛，我们大3的那个暑期实习就是在成飞。等于我是在成飞实习了1个月，每天在人家那个工厂里面。然后像那个时候我是军迷，我的同学里就没什么军迷。这个所以我是对成飞的很多东西很感兴趣，别人也没什么兴趣，就是每天就是实习，就是对付事儿。然后所以我经常就是间歇时间还在成飞里转一转，看一看。当时歼十就是已经小批量的生产装备部队了，但是没有公开，咱们的保密工作一直做得比较好嘛。然后所以那个网上就是军迷们就都在猜测歼十什么样，各种各样的想象图都出来了。然后但是我那个后来在那个成飞的那个厂子里就见到一架歼十，刚刚试飞落地，然后落地以后呢，它那个发动机就关机了，飞机没有动力了，然后一帮那个地勤人员就是头冲外，对，飞机屁股冲里倒着给推到那个机库里，然后一看我在边上看，那个同学过来帮忙推，
然后我就过去帮忙推飞机，就推那个机翼的位置。哎，啊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当时网上所有的那个想象图都不对，完啊，全不对。对，这个而且就是能看出歼十的这个设计是高度参考了 F16，对吧？你看歼嗯，十的外形整体跟 F16就很像，然后拉长拉大了一点儿，然后增加了一个就是机翼变成了压翼的布局，压哎，翼就是它是压抑的，对压翼就是前面两个小机翼，是。对吧？那个叫压翼，嗯那么呃，咱们讲讲这个阵风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战斗机呢？阵风应该说非常先进，它是这样的，你看网上有人说这个三代机、四代机，我说你了解不了解这个啊？就我是有一个不太了解。基础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几代战斗机这个事儿，美国和苏联的分法不一样，所以呢，咱们沿用的是苏联的分法。现在最先进的就嗯是歼20，还有美国 F-22、F-35，这隐身战斗机是5代机。嗯那这样算的话，歼十就是4代机，对吧？但是在美国的分法呢，就是歼十，包括美国 F-15、F-16，苏联就是俄罗斯的苏27、苏30这些飞机是3代机。嗯对吧？所以有的你看，我今天看还一个网上一个大 V 在那儿说，歼十是3代机，歼十是4代机，阵风是3代机，所以我们吊打它。嗯其实这完全不对，这一看就是因为分法不一样，对吧？所以咱们按中国的习惯啊，按这个嗯分五代的方式，那歼十应该算是4代机，阵风一嗯般被分为4.5代机，就是它嗯是比一般的常规4代机要先进一点的。一般来说，能分在4.5代机的，公认的分在4.5代机的，就是阵风和那个就是欧洲其他国家联合研制的这个 EF2000，嗯咱们翻译成台风啊，还有一个瑞嗯典的那个这个萨博39，对吧？也能分到嗯4.5代机，就是它就是比一般的4代机，一般来说就是在电子设备上来说要先进一些。嗯对，所以按这个分法儿，对吧？它是要比歼十要先进一些的。但是这种东西非常的概念，非常的务虚。另外，你先进一点儿，嗯并不代表你不会被落后的击落，对吧？嗯，所以这个是。这概念是这样。而阵风，因为它服役的时间很早啊，它是2000年之前就试飞，就开始小批量的装备了，2000年左右嗯就服役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想，中国主力战机还是歼六、歼七呢，歼十还没有影呢，嗯对吧？歼十刚才咱们说04年的时候小批量装备部队，嗯它真正比较成熟的型号歼十 C 大批量装备部队是2010年以后的事儿了。所以实际上嗯就是这就是阵风来说，它是一个这个发展比较早，而且它发布的时候还非常先进的这么一个飞机。还有一个就是延续了法国飞机的特点，就是贵，对吧？真贵。它比这个美国飞机都要贵个50%左右啊。但是法国跟美国的这个优势就是说它既兼容这个北约的这个所有的武器这个系统，它又嗯对出售军事武器没有那么多限制。你看，就刚才咱嗯们说，美国对卖很多国家武器有很大的限制。以色列跟美国关系够好吧？但是以色列嗯一跟周边国家冲突，美国就不卖，就这段时间就断供。嗯在法国就没有，法国就是一直比较开放，包括咱们知道以色列跟美国关系也不是一直好，它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才比较好。之前你看以色列大量使用也是法国武器，对吧？嗯幻影战斗机也是大量法国武器，就是法国对卖武器这事儿没那么多禁忌，所以它大量的卖，而且卖给这种土豪国家，对吧？阵风嗯，除了法国自己以外，就是印度和那个沙特阿拉伯吧，是沙特。沙特阿拉伯还是阿联酋，反正某个海湾那种富得流油的国家装备了一些，嗯对吧？所以它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呃看飞机先进不先进，从这个除了从技术指标来说啊，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就是看它这个是不是更像一个隐身飞机。隐身飞机咱不嗯用说，咱一看就能看出来，这飞机是隐身飞机，肯定先进。但是在这些不隐身的飞机里，你看阵风明显就比其他同代的飞机看起来更像隐身飞机。嗯它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叫翼身融合技术。就是你看它的飞机嗯机翼机身
都是平滑过渡的。就是它反射面小呗。哎，都是平滑过，它不是像那个像 F-15，还有像俄罗斯的苏27，印度用的苏30 MK，对吧？都是这个非常典型的不翼身融合，它机翼跟那个机身之间都是直角。你看阵风就是典型的翼身融合技术，这样的话，虽然它不能实现完全隐身，但是它那个雷达反射面积也小很多。那你雷达反射面积小，你在空中被敌人发现、被敌人锁定的距离可能就要更远一点，对吧？这就是优势。嗯，未来的因为空战应该都是超视距空战，就是在视线之是外这个进行的这个战斗，所以高度依因为赖这个电子设备。对，阵风呢，现在就是它这一批好像是2.3亿美金一台，一对架。对然后呢，新签的合同是要上航母的是2.6亿美金一架，啊，对对对，那个应该还没交付。还没交付。对，那个就是上印度那个但是超日王号航母嘛，就是那个俄罗对，斯的，也是基辅级的3号舰还是4号舰啊，就是那个嗯，应该是那个新罗西斯克号吧，后来卖给印度。是。嗯，大概有史以来最贵的飞机是 F-15，就当时是卡塔尔还是哪儿买的3亿美金一架，就哦。再也没有比它更贵的了。而且这个战斗机因为它是系统工程嘛，所以它一般卖的话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附加条件，就是比是，如说印度那个阵风就是要求，多少的零部件儿，尤其是那种后勤的零部件儿都要在印度本土生产的。就法国人除了是，卖飞机，还要帮助印度建生产线。造厂，对，还要对，什么就是说这个各种授权。对，买阵风的那个钱是30%还是多少，必须要投资回到印度的国防工业。嗯，啊，它很多这种条款，印度法国也是比较愿意接受这种条款，就是相对比是，较愿意进行这个技术授权，对吧？他那个造那个战斗机很多技术当年就是授权给以色列了嘛，但是那嗯，个像美国这方面就差一些，他没那么愿意美国比把这个较严格。对生产线啊什么建在其他的国家。俄罗斯应该也还是可以去授权的。俄罗斯也不愿意，俄罗斯也不太愿意。当然，你看对中国有一些授权，但是其实很少，对吧？其实很嗯，少。苏三零是不是也好像授权印度的中国做一苏三零应该些？也是在印度可以维护的吧？好像是不愿意。你看中国最早引嗯，进苏27生产线，谈判也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是。艰苦的。他不愿意干这种事儿嘛。OK，那么它上面这个米卡空对空导弹，估计这事儿就有点儿太细节了。对，米卡其实就是相当于不是现在最先进的导弹了。你看它射程60公里，其实对，就是一般来说20公里以内算近距离导弹，就或者叫格是，斗导弹，然后100公里以上叫这个远程导弹，就是空导弹中了100公里以上的远距离导弹，然后20到100之间这就是中距离导弹。但是呢，是，这个空战历史上，从这个60年代这个空空导弹开始这个唱主角以后，到今天击嗯，落敌机最多的都是中距离导弹。嗯，但是到今天，这个导弹的射程已经大幅提升了，大幅提升了。所以这个你看，中距离导弹都能打到这个，像中国的霹雳15也是中距离导弹嘛，也能打到150公嗯，里。嗯，所以这一点上来看，这个米卡导弹已经比较落后了。你射程只有嗯，60公里，意味着你战斗机至少要飞到离敌人60公里之内才能射击。因为你要嗯，考虑一种情况，你导弹发射出去以后，敌人飞机掉头就逃跑了，对吧？那嗯，你这个射程实际上你等于要超过还得六十公里。追它一会儿。对，所以你可能需要更近的距离。另外，你射程六十公里，你的雷达能不能在60公里之内稳定的锁定敌机？而嗯，你战斗机上的雷达如果开机稳定的锁定敌机的话，你相当于你自己也暴露在是，敌人的这个范围之下了。所以现在一般的空战战术呢，都是叫这个 A 射 B 导，就嗯，是发射导弹的平台和给导弹制导的平台不是一个东西。A 来嗯，发射，B 来给它制导，一般就制导就是预警机嘛，嗯，对吧？预警机就是相对战斗机，就是它有两个优势吧，一个是它这个雷达更大，对吧？雷达更大就是功率更高。另外一个呢，它可以它是大飞机嘛，它一般都是客机或者运输机改装的，所以它可以长时间的这个盘旋在这个滞空。高空。
嗯那你长时间盘旋在高空，时间长肯定好处不用说了，高也有好处，因为地球是圆的，对吧？你越看得远，高一点儿，你能看的就更远一点儿。它雷达又是，大，功率又大，所以它预警机的这个能这个看到的范围就要大得多。所以预警机是，指挥战斗机，预警机在指挥战斗机上的导弹，这个可能嗯就是未来的这种空战的一个标准套路了。一个嗯，标准套路。那你如果是这次像这个报道说的，印度的这个飞机被击落，我觉得除了说它的飞机和这个导弹的射程太近以外，我估计大概率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预警机上，预对，警机的质量或者是预警机的使用方式，我觉得对吧？是不是还是有问题。他自己的万国牌自己配不上啊？也有可能，印度按说它的预警机其实并不落后，它的预警机主力预警机是那个用那个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加装以色列的雷达，其实对，其实应该是挺先进的。巴基斯坦的预警机是那个主中国的，主力预警机是中国产的，好像也有一点儿以色对，列产的。是对，但是主力预警机是中因为国产的，而且不是中国最先进的，不是咱们那个。是这一次的话，我看到有一个，我估计也是个军事博主讲了一个，说可能的袭击流程是这样的，说这个预警机在天上飞，然后嗯呢，这个600公里之外就在监控，然后也是看哪个飞机起来，然后呢，他们的歼十 CE 呢是低空飞行，就直接就过去了，所以整个嗯，歼十 CE 过去的过程呢，没有被印度发现。然后等它这个阵风起来以后呢，也没有收到这个歼十 CE 的锁定雷达，因为它对，如果发现有歼十 CE 锁定的话，它就可能知道说我被人锁定了，就要开始嗯做躲避了。它也没发现，然后呢，被预警机照到了，雷达照到了呢，他觉得这事儿是挺正常的，接着对，往前开。然后等到这个预警机把它彻底锁定以后呢，向这个歼十 CE 发消息，歼十 CE 呢是从低空拉起来了，拉起来嗯，完了以后把导弹放了就跑了。他自己压根连瞄准都没瞄准，就是完然后这个全由这导弹是个预警机直接引导导弹嘛。对，完全是由预警机通过数据链把导弹引导过去的，所以等到这个阵风发现有导弹来的时候，就已经很近了。嗯。然后呢，他看到这个对面的飞机起来一下，然后又下去了，然后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以为那边出故障了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对，呢，所以可能也是一个这种，就是吃瓜群众或者说稍微懂一点吃瓜群众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测。听起来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是不是跟真实情况这不好说。就我觉得对有一点就是说，印度这次完全没有做好这个空战的准备，对，他在那个就是被恐怖袭击以后去空袭巴基斯坦的时候，他还专门儿通知了巴基斯坦，说我们嗯是空袭的几个点儿，是9个点儿还是几个点儿是那个恐怖分子的基地，哎，我们无异于嗯这个提升这个事态。嗯，对吧？所以他其实没有做好这个跟巴基斯坦战斗的这种准备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嗯，根本的，应该是比较根本的原因。是，啊，反过来说，巴基斯坦这边儿是真的就准备干你一下儿还是说这个不明情况，估计这个一也是说被紧张。人炸完了以后，我也得报复一下回来，大概也干了这么个事儿。对，或者是印度这边儿好大几十架的战斗机就起飞过来了，我这边儿，对吧？我无法就是冲突双方就是有一个信任的这个有一个是，信任的悖论嘛，我不知道你这战斗机嗯，过来是干嘛的，对吧？你如何是，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是非常有限的这嗯个这个这个目标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爆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嗯。要说把这个套在说具体飞机的，绝对的就是实战的性能来说，但我觉我觉得应该得这个可能印度的这个飞行员也稍微的肉一点儿。那肯定的。印度我觉得它整体军事实力，它的军事实力配不上它的军事规模，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嗯对吧？这其实是所有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军队的共同的问题，嗯，就是军队的规模很容易拉大。包括是，哪怕是空军、海军这种高技术兵种，你砸钱也很容易拉嗯大。但是你真正提高质量，更重要的是积累实战经验，这个非常难。为什么以色列是，空军那么厉害，对吧？就是因为它打得多呗，实战经验太丰富了。这个东西，是，对吧？都不用说打仗，你就说咱们打架，
打过架和没打过架的孩子，对吧？咱们就拿小这肯定朋是不一样的。友举例，就没法打，嗯，对吧？就没法打啊。所以这个这个那巴基斯坦买的这个像什么歼十 C 啊，还有枭龙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歼十 CE 应该说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应该是现在一般公认，包括美国的这种军事分析媒体公认，就是嗯世界主流的这个第四代战斗机的水平，嗯对吧？因为美国后来2000年后总是怀疑巴基斯坦跟这个恐怖分子有这个各种关系，所以就不再向巴基斯坦出售这个 F-16。然嗯后正好巴基斯坦跟中国关系比较好，所以实际上它是拿这个歼十在很大程度上代替 F-16。而在这嗯个过程中，这个很多人认为它跟中国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对吧？实际嗯，上就是他拿到的歼十的整个性能要好于他从美国买到的 F-16，对吧？这个当然具体好不好，好多少这些就我们很难判断了，但至少嗯，说一般来说公认的不差，对，不会太国差。内现在是搞的是歼16还是歼20？现20，在到最近的。现在咱们国家最先进的就是第5代战斗机是歼20，就是隐身战斗机嘛。嗯然后还有一个沈阳沈飞的歼31，后来改名叫歼35，也是今嗯，年还是去年刚亮相的，但是那个就是还没有形成，就应该还没有装备吧，对吧？还在试就是那个验阶段。树叶如果我们飘那个说那个东西是吗？中国的这个军事武器比这个看外国的能得到的准确消息还少，这个也是嗯，咱们更这个保密一些。对，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吧。是，嗯，然后甚至骁龙是不很多是就已经比较中国的武器的落后了？消息都是从国外看到的。嗯，骁龙是不是就比较落后了？相对比较落后。它是这个，就是卖给巴基斯坦是拿巴基斯坦作为高低搭配嘛，就是它是嗯低，就是 F-16或者歼十是高啊，作为这个低的这一档承担这个更嗯，更更打杂活儿的吧，这个干好吧。杂活儿的任务的。对，那这个霹雳15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呢？呃，公开数据来说相当厉害，我昨天特地查了一下啊，因为以前我嗯只知道这个霹雳15射程150公里，这个嗯，就是最先进的这个中距导弹的这个标准是，了。美国最先进的中距导弹射程也就是150公里左右，对吧？然后但是我看说这个就是说卖给这个巴基斯坦的还是阉割版的，嗯就是卖给巴基斯坦这个叫霹雳15 P15CE，这还是阉割版嗯的，说这个不阉割版本的射程能到将近300公里，250公里以嗯上，哎，这个就很夸张了。射程远说明这个，第一，你这个导弹的这个技术比较厉害，对吧？导嗯弹的技术比较厉害，这不用说了。第二，说明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作战体系也都很强，因为你要是导弹能打250公里、打300公里的话，你是不可能战斗机给它导航的。导嗯，弹自己的雷达也只能导那个最末一段，可能就是50公里以内的这个距离。嗯，对，你中间这段全是要这个预警机导航的，你必须得形成这种作战体系，你才有可对，能打这种仗。否则你这嗯个射程，你要都是战斗机给你导航的话，那你射程300公里和射程60公里可能差别不大，嗯。对吧？所以如果这些我查到这些消息比较准的话，那这个性能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强的。对，我看今天有人再去讲说，印度人把这个掉在地上这个霹雳15的一些碎片捡起来，说这个里头全都是叫氮化镓，氮化镓，好像是咱们充电氮化镓器那个是吧？啊，充电器那玩意儿，对，就这玩意儿，好像据说是做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弹里面儿不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嗯那个飞机里面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嗯这他肯定写错了啊！导弹里面那么嗯，小，它是装不了有源相控阵雷达的。那个歼是十 CE 还有像阵风都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它的那个是，就是要比那个印度那个苏30 MKI 就是无源相控阵雷达嘛，有源的比要强。无源的要整体性能要好一些。尤其嗯是那个抗干扰能力要强，对吧？现在战嗯，争就是就是电磁环境比较复杂，对吧？你能是，探测到是一回事儿，你能抗住干扰嗯是另一回事儿，是吧？所以抗干扰非常有用。你看俄罗斯的飞机，
它的雷达性能指标都非常好啊，这个经常是那个就是战斗机的雷达能探测200到300公里，都很多的指是，标都这样。但是你一到战场上，一被敌人电磁干扰就抓瞎了，嗯，是吧？就是它电子技术太落后了。是。那未来是不是主要应该是无人机的天下了？我之前总觉得这个像现在这个歼20，美国的 F-22、F-35，这就是最后一代有人驾驶战斗机了。但是嗯。这个也说不好，说白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战斗机驾驶员真的在天上他都要干什么事儿，对吧？因为你从现在这一次来看，甭管是不是歼10CE 去把人打下来了，实际上他干的活儿就是开到前面去把导弹放了就回来了，就是一个导弹发射平台。嗯，是不是它还是有一些不可替代性？这个我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啊，嗯无人是绝对胜过有人的，就是无人飞机以嗯，后，它的这个机动能力大幅提升。是啊，因为除了这个人的重量，座舱什么弹射座椅这个重量以外，这个人的肉体承受这个10个G 的过载，基本就是极限嗯，了。就是宇航员、是，飞行员这种能承受10个G 过载就是极限了，也不能长时间承受。但是你像这个一般的导弹都能30G 过载以上，对吧？嗯所以现在的飞机你一旦这距离比较近被导弹锁定，你就没法逃跑了。啊，嗯，那未来你跑不过它。如果飞机都是无人驾驶的，你也能过载能提高很大，机动能力提高很大，你就有可能，是，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更大的导弹了嘛，你就有可能躲导嗯，弹了嘛，对吧？可能这因为现在个是俄乌也是满天飞无人机嘛，啊，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啊，那个还都是小型无人机，就是它的无小型的，人机不是用来空战的，还是对地是，攻击的。就是俄乌现在这个仗打到现在，空军感觉双方的空军都，都没怎么上。都聊胜于无。不，它是这样，就是说，当你都上无人机的时候，你就没必要再上个飞机上去了。你上个飞机上去打无人机，这玩意儿不是大炮打蚊子吗？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一方有绝对的制空权的话，那我飞机还是可以嗯，干很多事情的。你想，毕竟我方还有大量的这种能空袭地面的飞机，能包是，括侦察，包括给地面指示目标，对吧？能扔更大的炸弹，打击更嗯，远的目标，这等等这些，还是有很多事儿可干的。现在的问题就对，是，双方都没有绝对的制空权，尤其是这嗯，个双方的飞机都没法儿克制对方的防空系统，对吧？你乌军是，使用的这 F-16不也有被击落的吗？嗯，所以都克制不了对方的防空系统，所以这个都不敢大规模使用飞机，所以最后又打成地面战。你的视频又不见了，可以对，找一下这个规律啊，大概是20分是。钟。是，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无人机巡飞弹还是蛮多的。国内的话，现在还做了一种叫飞龙60A 的东西，那个玩意儿是拿火箭发射车发出去的，那个东西是方的，发出去以后呢，能够折叠的翅膀能展开，能啊飞很老远。就是它等巡于航导弹，是发出去以后是一个固态火箭，然后对对，呢，飞一段以后就把这个翅膀展开，然后再飞一段距离以后呢，后边还有一个电的那个螺旋桨，然后再可以飞一段，然后最后去制导，然后去把它摁在地上。啊，螺旋桨这个武器我还真没太听说过啊。但是巡航导弹这个有这个有，东西已经不新鲜了，你叫飞航弹、飞什么弹也好，它是就是本质就是巡航导弹嘛。巡航导是，弹就可以理解但是它这为一架个因为是有翅膀的，它就等于飞出去以后，然后那个翅膀是原来是竖着的嘛，然后这样横过来，然后等于这个飞弹体是这样的，它等于啊，是这个翅膀，然后是这么横过来，然后接着往前飞。有翅膀也很正常啊。那你那个美国的战斧、英国的对，那个风暴阴影巡航导弹都有嗯，翅膀，就巡航导弹就但可以理是咱们是解为一个小飞机。造了一大堆那个导弹发射车嘛，啊，啊，就对对对。火箭发射车，就是造了一堆那玩意儿，说以后就是把这种东西直接塞到火箭发射车的桶里，然后一摁就出去了，说可省事儿了。我觉得不而且这个东管怎么说，西是可以在未天上飞来的战很久。争这个武器，呃，小型化、无人化、智能化，这一定是是，大趋势，对，这一定是大趋势。具体的，对吧？这个怎么小型化，怎么智能化，这个可能有一些大家也都在不同想，的方向，有一些探是。索，对吧？因为这种东西呢，就是你飞过来你不拦呢，也不行，因为它就直接奔你防空基对对对，地去了。你拦呢，它不划算，这玩意儿比那个防空导弹还便宜，对吧？对。你说你咋弄？
而且一所以这个东西次就来一堆。现在也是未来这种战争就高度的不对称。你看以色列对，面临的困境不就是这个吗？他周围那些是啊，武装，对吧？冲他叮了咣啷发一顿火箭筒、火箭弹或者什然后跑了。么无人机，甚至不需要打得很准，我只要扔到以色列就行，对，对吧？以色列这边以色列自己研究那个铁穹，是吧？它不就是那个低是成本的那个拦截武器吗？那你不能那边发一个什么东西，我这边就来一个爱国者啊，这谁受得了啊？是，那受不了啊。是吧？是的。所以这个未来战争可能因为这些东西又变得更加的这个不对称了，这个也真的是一些特色。但是说实话啊，我总觉得这些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离世界大战越来越远了。这个就不好说，但是现在确实是这样，就是大量的武器造出来以后呢，其实压根儿就没用过。啊，对，别说那个什么战略核武器了，就是现在这些战斗机，甭管是咱们自己造的，还是说卖给别人的，其实大部分的战斗机，我估计造出来都压根儿没有实战过。大家根没实战过，因为二战之后这种大规模战争就没有了。你拿一战、对，二战或者那以前的世界的标准来说，那二战之后几乎世界上就没怎么打过仗。是，对吧？你朝鲜战争的烈度其实还不如那个西班牙内战呢，嗯。所以对吧？人类还是就在往后边儿越来越真正有的这个这个喷气式战斗机打的仗，可能两伊战争有喷气式战斗机吗？可能有一点，但不多。两伊战争这都已经是喷气式了，然后那个中东战争、中东战争，然后海湾战争，台海湾湾战争，战争肯定是上了。对，活塞式然发动机后这个的飞机肯定是已经被淘汰了，喷气式都是喷气对，式的。朝鲜然后战争后是这期呢，都是已个英经飞机了，阿马岛战争也是上过，对，但是呢，都越是很短暂，南战争，就是可能没上几架就完了。还有像什么南斯拉夫那个当时解对对对，体的时候，那波黑个科索战争对吧？也还打沃战争。了几架。对，还有那个非洲的战争，那个是坦桑尼亚还是哪国呀？非洲两个就是中非的两个国家都进口的中国的歼六，嗯。都进口的中国的歼六，然后互相打仗啊，歼六对歼啊，六。但是那个好吧，你像所以这种国家都不会用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了，是。所以肯定都喷气化，这个趋势不可逆了。我说最近好像美国海军准备重新采购一款这个螺旋桨式的这个战斗机，啊，可能用于这种反恐战争吧。或者是一些肯定是很低空、很慢速的这种对对对这个目的。是一帮人对。说你们疯了吧？都这时候还上螺旋桨？对，等我们要去采购一款这个玩意儿。这个它肯定有它比较特别的用途。你比如说越是。战的时候，美国有一款飞机叫 A1，不是 AH1啊，AH1是直升机，是 A1天袭者，就是一个嗯活塞式，就是螺旋桨发动机的嗯。这个攻击机。它的是。特点就特别适合越战。越战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北越是没有什么防空力量的，也没有什么空嗯军的，所以它没什么威胁。然后你想它打地面目标的时候，它其实是飞得越慢越好，它并不是飞得越嗯快越好，对吧？而它飞得慢，然后能这个载弹量大，而且它还有一个比喷气式飞机还有优势，它可以长时间的停留在战场之上，对对对对。对吧？我地面部队推进的时候，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发现敌人，我没发现敌人，那我特别地面部队，你最希望的就是天上老有一个自己的飞机，随叫随到，嗯对吧？所以当时那个 A1天袭者就特别受这个美国陆军的这个欢迎嘛，嗯。对吧？所以就是现在他们就玩 A10了嘛。后来就 A10了，A10更多还是针对这个苏联的这个装甲部队是。啊，因为当时这个苏联的装甲部队这个太吓人了，所以美国的所有的武嗯。器都是针对怎么打苏联坦克。那你说 A10 A10大用到这个放异彩，应越南战场也该也就是很难在海湾战争打伊拉克的时候，可能好好啊，的用了一把。对，那也是打苏联坦克，啊，也是打也打苏联坦克，苏联坦克。但是再往后呢，也就没再用过了。啊，对，没有什么用处了，就是它就是，很针对某一种战争形态，所以是。你说这个确实有这个可能，就是你之前练的这个打仗的方式，你以可能后某一就以后不时刻就是这么回事儿了。管用了，对吧？你比如美国2001年以前，谁能想到他的敌人会开一个民航客机把这个世贸大楼给撞了？是。对吧？我现在前几天看了一个911的那个回顾的纪录片儿，还是觉得这事儿非常魔幻。嗯。对吧？20多年之后的是。现在，还是觉得这事儿非常魔幻，是。不像现实中发生的故事。
嗯，对啊，那你说所以2001年之前谁想这个到我跟这么一帮人打仗，跟这么一帮人打仗，我可能第一个困难不是怎么打败他，是怎么找着他，所以这些人现在在哪儿？这个近几十年就没怎么打过大仗，就是二战以后就没有怎么整个对，打过，大国之间所以的冲突。大量的武器装备实际上就是都是从来没试过的。对，都是没试过。你看那个前苏联好多那个先进武器，就是从服役到这个最后退役，退役，都是处于秘密状态，对吧？所以这它有一个个我觉得，当时很先进的坦克 T64，就嗯是苏军最先进的，从来没有卖给过其他国家。后嗯，来广泛用的 T72就是因为，哎，后来广掉了，泛用的这个 T72就是因为 T64太贵太先进了，所以研发的低配版。对吧？T64从服役到这个到这个什么都没使用过，一直到最嗯。后最后这个退役都没使用过，哎，是吧？所以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也是未来希这个望世界和平吧，我觉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真的是些东西大家就这个造啊，造完了以后呢，让我们这种没什么事儿干的这个，各种的自媒体，然后出来唠个嗑儿就完了啊，对对对不要出对对对来真的去起什么真的作用。对对，而且我觉得有些好，这种事儿提醒我们，这个和平还是很脆弱的，这个东是西不是白来的，对吧？不是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吧？咱嗯，们然后呢，生活在，我觉你看老范你得今天是70后，我是这个事儿呢，我80后，们也做一对，个总结。好，这个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呢是，确实有阵风一架掉下来。阵风坠毁。至少一架吧，至少一对，架坠毁了。然后呢，到底是打下来的，是自己掉下来的，这个目前为止呢，依然无法去确认。至于说其他的什么4架、5架或者更多的呢，这个现在也没法整。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我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了啊。因为海湾战争的时候，这个伊拉克就不停地说我打了多少多少飞机下来，然对对对后到对对对最后都美国所有飞机都加一块儿都不够他打的。后来说对，他就后来改了，叫多少架没，就是有些实际上是导弹，啊，他也啊，给人打下来了，然后最后就是打下多少多少架没。所以现在呢，因为有些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是一些导弹对啊，跟飞机混在一起，所以你反正你挺大的个儿一东西，你打着它了，然后它掉下来了，它到底是个什么呢？估计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确认这个事儿。这个是不是最终能够确认呢？可能也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嗯，而且这一次的话，从现在看，我觉得这两家应该都不惦记把这事儿仗打大了，我觉得不会，也没有这个说我要把你干掉，或者你要把我干掉这个事儿。对，应该事态不会升级，应该事态不会升级，因为印对，巴克什米尔冲突本身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每年都打，19年每年打，双方还有一次空战，啊，对是应该是印度一架飞机被击落吧，然后后来那个飞行员还跳伞被俘了，对。对，现在好像也有一个飞行员是在巴基斯坦，就是这一次好像有一个飞行员是是吧？在巴基斯坦，啊，那这但是就是大部分铁证了，的好像抓着飞行员就是铁证了，不，但是这一次大部分的这个叫做飞机被击落的地方，嗯。都是在印度的机场起飞几十公里，就是都在印库克什米尔那边儿，就在就感觉印库区。印度被人打了一闷棍是吧？不对，讲武就是德。这个意思，对。嗯，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耐心等待吧，然后看看后对，边儿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出来，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聊，对吧？对对对，这个以后有什么历史啊、军事上面的这个事情，我就去拎着你来聊天儿。然后呢，好的好的，你也多做节目啊，然后逐渐的把你的用户转换到 YouTube 上来。好嘞好嘞，一嗯，定谨记老范的这个教诲。对，咱们就一起来呗。然后徐凯的节目叫徐凯本凯啊，大家到这个 对，YouTube 上去搜，能够找到他的名字我也打啊。然在后这个如果有人想到这个欧洲跟着徐凯去学习一下儿这个德国历史啊，那么就报他的团，还有4个名额。OK，好，那我们今天好，就到这里，感谢老范，感谢拜拜，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